夫君，你说过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你怎么能丢下我不管了？儿媳妇，是我们侯府对不起你。谁也不知道成婚当晚军部告急，这一走就是3年。没想到婉儿她就这么走了。你醒醒看看我呀，夫君！不管怎么样，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是要向前看。你要保重身体，不然我们偌大的侯府可怎么办呢？苏凝烟正要开口，一道极其陌生的女声出现在耳边。这老钱婆可真会演，鼻涕眼泪一直流，真像是真死了儿子一样的。难怪大小姐会上当，这演技可比得奥斯卡金像奖了。若是让大小姐知道这薛华为了和外室私奔用假死脱身，将空壳的侯府和体弱多病的老钱婆留给她照顾，会怎么样？谁在说话？还是华郎没死？苏凝烟心里咯噔一声，下意识伸手摸了摸鼻息和脉搏，没有呼吸，脉搏也摸不到。难道说刚才的声音是我的幻觉？否则婆母听见肯定要大发雷霆，肯定是我伤心过度，有了癔症。不愧是国公府的大小姐，就是细致，还特意摸了鼻息和脉搏。薛华服用了假死药，根本就检查不出来。只要冷静一点就会发现，死了都快1个时辰了，尸体还是温的。难道华郎真的是假死？看着眼前的婆母，宁远侯府的老夫人，虽然满脸痛不欲生，眼中却没有丧子那么绝望和悲切。薛华是老夫人的独子，不应该是这样的情绪。难道那人说的是真的？若薛华心中有人，可以早点解除婚约，或者跟我说呀，抬个小妾也无妨。我又不是善妒之人，为何要假死脱身？看样子婆母也应当知情。这个渣男假死脱身也就算了，还让大小姐给外室养孩子，说是从旁支过继的孩子，真是缺了大德。自己拿着我们镇国公府在外潇洒快活，让我们大小姐给你在家养孩子和老钱婆，真是够够的。什么？薛华有孩子了？苏凝烟全身不由得一抖，不可置信地看着宁远侯老夫人。妍儿，华儿已经走了，不能就这样断了香火。我是想着从旁支过继一个孩子给你可好？这样以后你也有个盼头了不是？妍儿，你觉得怎么样？大小姐，你可别犯傻。10年后，小白眼狼为了自己亲生母亲给你下毒，你死后还没1个月，薛华就复活了，并娶了那个女人，你的嫁妆全是他们侯府的了。可惜没多久，镇国公府抄家流放，你死的消息被侯府压得死死的，镇国公府一家都不知道你已经死了，还以为你为了荣华富贵和他们断绝了关系。镇国公府会被抄家流放，我会被那个白眼狼害死，一切都遵从母亲的意思。不过我想自己选择过继的孩子，我想要个合眼缘的。
唉，这儿媳可是出了名的美人儿，还有几分才情。那个小兔崽子眼瞎的厉害，偏偏看上一个罪臣之女，养在外面就行了，非要假死跟那个狐妹子住一块儿，真是家门不幸啊！要不是那狐妹子给薛家生了一个乖巧伶俐的大孙子，我是死活不会同意的。宁远侯府真的欺人太甚，吃相太难看了。苏宁烟努力压制火气道：母亲，时间也不早了，你先去休息吧。你处理好后事，也早点休息，别太伤心了。薛老夫人敷衍地说了2句，就带着伺候的冯婆婆离开了。苏宁烟阴恻恻看着床上的薛华，用尽全力狠狠给他几个巴掌，瞬间脸变得红肿。这姑爷不是死了吗？怎么会有血啊？果然是没死。苏宁烟不解气的又扇了一巴掌。来人！话音刚落，一个黑影从天而降，跪在苏宁烟面前。大小姐。苏宁烟微微一怔，这声音和刚才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难怪一直称呼她为大小姐，原来是父亲给她安排的女暗卫。你叫什么名字？属下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属下331号。这么靠后？苏宁烟知道自家暗卫的编号是由武功高低而定，每个月都要考核进行排名升迁，除了和几位主子关系特别好或者有很大功劳的暗卫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启禀大小姐，之前保护你的是49号，他临时被派去做任务了，主子就派属下来保护大小姐。49号背叛主子，要不是昨晚我把他杀了，国公府恐怕要提前抄家灭族。苏南辰还以为49号被潜伏得来的敌人所杀，暗中到处找凶手呢。苏宁烟终于知道自己之前听见的是眼前女暗卫的心声，而且其他的似乎听不见。听他所言，之所以以前听不见，是因为他今天才来。既然他能击杀49号，不受伤也没让人知道，恐怕这个女暗卫的身手不是一般的好，而且胆子也很大，居然直呼大哥的名字，有趣。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当个大丫鬟，赐名吉祥。谢小姐赐名。还才女呢，取的什么破名字？吉祥，我还如意呢，还不如叫招财，至少去赌坊还能靠名字悬赢点小钱呢。正想要说2句，突然觉得脖子被什么掐住一样，说不出话来。他立即明白自己能够听见对方心声的事情不可说，放弃这个念头后才呼吸了新鲜空气。他无奈道：说你不喜欢吉祥这个名字，可以给自己取一个。奴婢可以吗？陆真真。大小姐，奴婢的名字可以叫陆真真吗？可。谢谢大小姐。大小姐人美心善，终于不用叫什么吉祥了。要是让人知道我堂堂御寿老祖叫这个名字，牙都要被笑掉。薛华假死，我该怎么办？小姐，薛家欺人太甚，我们去告诉世子爷，世子爷定能为小姐做主。告诉世子爷都来不及了，把假死变成真死不就好了吗？反正大家都知道薛华死了，杀人都不用偿命。苏宁烟点点头，这个陆真真还真对她的脾气。真真，这事就交给你处理吧。放心小姐，我会把这事办得妥妥的。趁你药效还未过，先扭断你的双手和四肢。早就想对这渣男动手了，心里舒坦。不过这么死太便宜他了，杀人诛心才是最高境界。又从怀里拿出几根银针，在他身上扎了扎，提前让他的意识醒过来，亲眼看着自己被活埋，不能动又不能言，想想乳腺都痛了。
这小妮子怎么这么奔放？就应该如此。薛华是自作自受？一切就绪，薛老夫人决定早点下葬。在盖棺时，苏宁烟看着棺材里瞪大眼睛的薛华。华郎，你安心走吧，我会帮你好好照顾母亲的。薛华全身骨头都断了，喉咙也说不了话，只能用愤恨又绝望的眼神瞪着苏宁烟，喉咙里只能发出微弱宛如风箱的声音。既然你想死不想活，我会让你死得透透的。我会好好抚养那个野种，让他玩物丧志，让他跟你心爱的女人反目成仇，让他和老钱婆离心，然后送他一个淫荡的生母和毒杀祖母的后半生，如何？然后我再招个赘婿，生个孩子，继承侯府，如何？别觉得我心狠，你假死脱身，跟其他女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你只知我苏宁烟生性温婉大度，却不知我有仇必报。苏宁烟在薛华耳边说完，在对方愤怒仇恨的目光下，缓缓关上棺材盖，给一旁的陆珍珍一个眼神。陆珍珍嘿嘿一笑，从衣袖里拿出30多颗棺材钉，用内力直接将棺材盖和棺材钉得严严实实。切，就算被老钱婆给挖出来，让他们拔棺材钉都拔得累趴下，以防万一，我得在棺材画道符，免得他们不拔钉子，用斧头劈棺材。搞定，这渣男能看到明天的太阳，算我输。不一会儿，薛老夫人命人抬走棺材，找了个所谓的良辰吉日给埋了。不到半个时辰，他就找各种理由将苏宁烟支走。苏宁烟也不想多待，寒暄2句就带人走了。那老钱婆肯定让人在刨坟，好想去看看呀！怎么办？好想去！之前还是暗卫的时候还能偷偷溜去，现在是大小姐贴身丫鬟。哎呀，我不管，我要打滚下坡了！哎呀，好想去，好想去！珍珍，我好像把手帕丢在相公坟地那里了，你……苏宁烟的话还未说完，一阵风从面上拂过，再回神，马车上哪里还有陆珍珍身影？小姐，你就那么喜欢他吗？以前这种活不都是让我去吗？你不喜欢春桃了吗？你呀，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怎么会不喜欢你？薛华假死，薛老夫人是知道了，指责我们，这会肯定在挖坟。珍珍是会武功的，而你不会，我不放心你去。要不是陆珍珍太闹腾，吵得我脑仁疼，谁去管薛华回不回来？毕竟名义上他已经死了，就算恢复身份，也是一个不能动、不能言语的废人。陆珍珍缩地成寸，3息的功夫就回到薛华的坟头。薛老夫人正命人挖坟，兴奋的吐质疏松，很快就把棺材挖了出来。老夫人呢？棺材钉太多了，不如直接把棺材敲碎吧，这样快一些。你们随意，只要尽快打开棺材。3个壮汉开始用斧头劈棺材，1下2下3下，许久棺材都没有一丝划痕。这是怎么回事啊？不会是闹鬼了吧？胡说什么？婉儿都没死，闹什么鬼？赶紧打开棺材，1人10两银子。如果打不开，你们就准备蹲大狱吧。薛华听见棺材外的响动，他知道自己母亲会来救自己，此时他的眼里满是仇恨，等他出去一定要把苏家那个贱人给弄死。
几个壮汉听见薛老夫人的威胁，脸色瞬间不太好，只好拿着斧头继续劈。棺材依然没有一点伤痕。陆真真坐在不远处的树干上，摇晃着腿，津津有味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她的符咒只有上界那几个老不死的可以解开，在下界就是无敌的。薛华今夜必须死，这话是他说的。斧头每砍一下，伤害都传到薛华的体内。他全身被斧头砍得遍体鳞伤，最深的是脖子那一斧头。他睁大双眼想要说话，嘴里溢出的全是血。有血！快！陆真真见也差不多了，隔空一掌，棺材在众人眼前炸开。当然，薛华半死不活的身体也被炸得粉碎，到处散落血肉。这可谓是应了薛华在新婚之夜对苏宁烟发的誓，若有背叛，死无全尸。这不，死无全尸了。我的儿啊！薛老夫人看见眼前恐怖血腥一幕，两眼一翻，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老夫人，快来人啊！老夫人晕过去了。这才是情真意切的悲痛啊！渣男死翘翘了，后续也没啥看头了，还不如回去睡个回笼觉。回到了苏宁烟的院子，他恭敬地垂手立着，将方才前院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回禀。苏宁烟听完，那张清丽绝伦的脸上露出一抹快意的冷笑。赏你的，做得很好。谢过大小姐。大小姐人美心善，出手也阔绰，比苏南城那只铁公鸡大方多了。更何况大小姐身边没什么暗杀，也轻松不少。如今成了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再也不用睡房梁和树上了。嘿嘿。翌日天刚蒙蒙亮，苏宁烟便带着春桃和陆真真乘坐着马车回了镇国公府。大哥，回来了。人死不能复生，言儿不要太过悲伤。谢大哥关心。这不是镇国公府世子苏南辰吗？长得倒是人模狗样。记得今晚好像有人前来暗杀他，不过刺客水平真是拉垮，闹那么大动静都没得手，业务能力堪忧啊！要不要提醒他？哎呀，算了，关我屁事！我一个月就5两银子，操心老板哥哥的死活，又不给加工资，更何况暗杀并未成功，保护好大小姐才是我的首要任务。陆真真正腹诽的起劲，冷不防一道冰冷锐利的视线如利箭般直直射了过来。这丫鬟明明一言未发，可那吐槽之声却句句清晰地在她脑中响起。难道我出现了异症？你先去给母亲请安吧。大哥，今晚小心些。看着自家妹妹的反应，应该也是听见了。这么说来，他不是有异症，而是听见了这个丫头的心声。我知道了，你先去母亲那里吧。是，大哥。待他们走远，你可听见什么？属下没有。去查查嫣儿身边那个新来的丫鬟。回世子，不必查了。不必查？他是我们安卫营的人，排名331号，原先护卫大小姐的49号，之前接到命令后不久就被杀了，属下还在调查是谁杀了49号。此人是属下从丙字营特意挑选出来的，顶替49号，暗中保护大小姐周全的。看样子大小姐应当是觉得他可靠，收了当贴身丫鬟。盯着他。是，世子。墨影的身影一闪，再次融入了阴影之中，仿佛从未出现过。另一边，母亲。哎呀，我的嫣儿，嫣儿，你受苦了。你还年轻，既然薛华已经死了，你也离开了宁远侯府，母亲再给你寻个良婿。他扑进母亲怀里，
将宁远侯府那对母子的恶心行径一字一句泣不成声的全盘托出。从假死脱身到构陷外室之子为旁支过继，桩桩件件听得一旁的春桃都义愤填膺，暗骂不止。哭吧哭吧，多哭一会儿，把委屈都发泄出来就好了。这当妈的看见女儿受这委屈啊，肯定要炸。欺人太甚！这宁远侯府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敢如此的欺辱我镇国公府的嫡女，假死还想让我儿替他们养野种，做他们的春秋大梦去。妍儿，你听母亲的，这门亲事咱不要了，和离必须马上和离。对对对，赶紧离，这才是明智之举。不过夫人，你以为这就完了？你以为只是养个孩子这么简单？薛老钱婆的算盘打得可精了，他那个外世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打算让大小姐把那孩子含辛茹苦养大，有了嫡子的身份，就有了侯子世子的继承权。等他日后考取了功名，当上状元，在娶妻成婚的当晚，亲手给大小姐奉上一杯毒酒，送大小姐归西，美其名曰为自己的亲娘报仇，实则是为了名正言顺地霸占大小姐所有的嫁妆和镇国公府给的补偿，又害怕镇国公府报复，伪造了诬陷通敌卖国的书信。皇上忌惮镇国公手握80万大军，直接派了镇国公府全家抄家流放。这一家子从老到小心都黑透了，真是杀人养小孩一条龙服务啊。不过现在薛华倒是真死了，就看大小姐如何应对老钱婆了。陆真真正腹诽得欢，却没注意到上手的哭声和怒骂声忽然都停了，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我都听到了什么？毒杀、霸占嫁妆、诬陷通敌卖国后抄家流放。那清晰无比带着几分戏谑的女声是从何而来？妍儿，母亲，你也能听见了吗？苏宁烟心中一凛，看母亲的神情便知她也听到了。春桃、真真，你们先下去吧，我有些提醒话要与母亲说。是，大小姐。松鹤院内只剩下母女二人。妍儿，方才那声音到底怎么回事？为啥毒杀我儿？那丫头又是谁？母亲，您别急，先听我说。方才您听见的是陆真真的心声，女儿也不知为何，自薛华假死那日起，便能听到她的心声。心声？我活了40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如此荒唐之事，可那个声音又是如此的真实啊！母亲，千真万确。苏宁烟扶着秦氏坐下，将自己如何发现、如何验证的过程又细细说了一遍。好一个宁远侯府，好一个假死用娘子的嫁妆养侯府，养外室之子，最后还要谋划毒杀侯府的主母，真是好狠呐！他们是想把我镇国公府的骨血都吸干榨尽。妍儿，此事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我们不能只等着和离，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他们不是想让你养孩子吗？你就养。他们不是想让你做贤良淑德的侯夫人吗？你就做。母亲是要女儿先稳住他们，暗中搜集证据，再给他们致命一击。正是，我要让整个京城的人都看看宁远侯府是如何的道貌岸然、猪狗不如。母亲说的是，女儿今日回来，便是要与母亲和兄长商议，如何将这一家子黑心烂肠的畜生连根拔起。不管那个叫真真的丫鬟是如何得知，既然我们得了先机，就不能让宁远侯府算计。我们能听到那个丫头的心声，可见她是忠于我们镇国公府的。从今日起，让那个丫头跟在你的身边，寸步不离。娘，我也是这样打算的。娘，我回府时遇到了南辰，似乎他也能够听见心声，
还说今晚有人要刺杀南辰。如果您不信，可以验上一番。没想到不但是我和女儿能够听到，就连南辰也可以。难道我们一家人都能听到？得让渊儿和希儿也试上一试，看看是否能够听到。嫣儿，如果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得对那个丫头好一些。母亲放心，那丫头是个贪财的，女儿知晓怎么做。陆真真靠在走廊的柱子上，抬头瞧着头顶上的星空。今晚不太平，5两银子，我帮你周全。陆真真见春桃不信自己，不由得瘪了瘪。屎难吃，钱难挣，要不是靠这些黄白之物来维持神魂，我堂堂御守老祖才不会为了5两银子而折腰。当初他是遭人算计，团团用了上千年的修为给保住他的神魂，并且在这方世界寻了一个契合的尸首。想要回去报仇，必须恢复团团的修为。团团是上界唯一一只暗夜吞天神兽，不需要灵力，不需要功德，只能吞噬黄白之物修复。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么抠搜的原因。镇国公府世子苏南辰的书房。今夜真如那丫头所说，有暗杀。也就在这一瞬间，一股凌厉的杀气毫无征兆地从窗外袭来，一道乌光携着破空之声，如毒蛇出洞，直取他后心要害。果真来了。下一刻，数道黑影破窗而入，手中长刀在烛火下闪着森然寒光，从四面八方朝苏南辰绞杀而来。找死！莫阳，拿下！刀光剑影，杀机四溢，不出10招，刺客基本上死伤殆尽。武功最高的那人逃离，只一人被莫影擒拿，他一脚踹在西湾，黑衣人重重跪倒在地。一队去追。谁派你来的？那丫头竟能未卜先知，这世上竟有如此荒谬又如此真实的能力。神，本世子要知道是谁的手伸得这么长。是。半晌，一道黑影落在苏南辰面前。启禀主子，那人是向松鹤院方向逃去了，虽被我们团团围住，但对方是3品武者，我们根本不是对手，怕会伤到老夫人。苏南辰脚尖一点，身形如墨色闪电，几个起落便来到松鹤院。眼前的一幕让他那双深邃的凤眸骤然一沉。废物，区区一个刺客，竟能在我镇国公府的腹地将我最精锐的暗卫逼到如此境地。是真的，真真说的一切全都是真的，今夜真的有刺杀。陆真真正百无聊赖地看着院里的菜鸡互啄，心里早已掀起了一场吐槽风暴。搞什么？这就是镇国公府的精明暗卫，被一个人追着砍，花钱养这么一群废物，还不如把银子给我呢。这刀法软绵绵的，没吃饭吗？还有那个谁，躲什么躲？你身后空门大开，一刀就能送你回老家。他又睨了一眼身边抖得如同风中落叶的春桃，嫌弃地撇了撇嘴。瞧这点出息，抖什么抖？晒炕呢？早让你花5两银子买个心安，抠搜的。现在好了，现场看砍人，刺激不？活该。既然逃不掉，那就拉个垫背的。找死！母亲小心！苏宁烟尖叫一声，将秦氏死死护在身后，闭着眼准备接受刺来的一剑。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暗卫们根本来不及回防。眼看那闪着寒芒的刀尖就要触及苏宁烟的衣衫，在这生死一线之际，陆真真，100两，赏你100两白银，给我拿下他！100两！众人只觉眼前一道残影掠过，快到极致，
甚至没人看清他的动作，只听砰的一声闷响，紧接着便是骨骼碎裂的咔嚓脆响。黑衣人摔在地上，除了眼珠子能动，已是再无半分反抗之力。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个缓缓拍了拍手，仿佛只是掸了掸灰尘的少女身上，然后在满院权贵精雕下巴的注视中，缓缓地伸出了自己的手。苏宁烟见状，嘴角微抽，没有任何动作。怎么不给钱？难道堂堂镇国公府嫡出大小姐是打算赖账？苏宁烟听见陆真真心声，动作有些僵硬地从衣袖里拿出一张100两的银票，放在陆真真手中。哇，咔，不愧是大小姐，就是人美心善。这可是100两啊，100两！谢谢大小姐赏赐。我算是看走眼了，没想到还有一位1品高手隐藏在暗卫营，真是暴殄天物。你为何隐藏了实力？主子错案了，属下武功一般，暗卫营排名331号。若不是今日主子先前重伤他，属下也不会将此人拿下，运气罢了。1个月拼死拼活就5两银子，打死都不会承认自己有实力。说来镇国公府那么多暗卫，居然拿不下个垃圾，莫不是穆影贪污了暗卫营的资源吧？那不如把钱给我，至少我一人敌万人，菜就多练练。娘，嫣儿，你们可还好？没事，只是吓着了。春桃，去煮一些压惊茶来。春桃回过神，赶紧扶了扶身，转身离开。莫影，争取3天内让那2人开口。是。3天，给1个月，被抓的2个人都不会开口的。人家都是死士，怎么可能告诉你们幕后之人是谁？但我知道，就不知道莫首领愿不愿意花银子购买消息。团团真的是太能吃了，我是真穷啊。莫影，还有事情交于你去办，查幕后之人，你去。主子，我现在是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可恶的资本家，不给钱就让我办事儿，小白嫖，没门儿。哎呀，人美心善的大小姐啊，你就忍心看着自己的小可爱被这个抠搜男欺负？我不去，我不要去。大哥，你还是找别人吧，她现在是我的贴身丫鬟，不是暗卫了。不愧是娇娇软软的大小姐，爱你爱你，贴贴。不过看世子的样子，应该是躲不过，不如回去睡一觉再来禀报。就说查不到，反正死士也不会说，谁知道呢？就算后面要定我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也得看看这些垃圾玩意儿能不能打得过我。哼！听着陆真真吐槽的心声，苏南辰的脸色越发难看。今日查到幕后之人，赏金10两。我没听错吧？10两黄金？又是100两银到手了，够团团吃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个抠搜男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不会有什么阴谋吧？怎么不愿意？愿意，属下愿意。为主子分忧是属下分内之事，万死不辞。有钱不赚是王八蛋，管你什么阴谋诡计，先把金子拿到手再说。就算这个抠搜男反悔，我直接抢，反正没人打得过我。说完，他便躬身退下，动作麻利，仿佛生怕他反悔。晨儿，你……母亲与妹妹早些歇息。此事虽过于诡异，但结果是好的。这究竟是何等异能？我们苏家竟然来了这么一个活宝贝。母亲，这或许是上天垂怜，派他来助我们渡过难关的。一个能预知祸事，还能一招制服顶尖刺客的丫鬟，这哪里是丫鬟，分明是国公府的定海神针。陆真真在外面胡吃海喝一顿后，又去赌房小赌了2把，才回到苏南辰的书房。主子，
说。回主子，幕后主使是二皇子，赶紧说完拿钱走人，我的被窝在等我。二皇子，镇国公府是二皇子的母族，这怎么可能？可查清楚了。千真万确。不信就算了，老皇帝忌惮镇国公府，给几个儿子口谕，谁能将镇国公府倒台，拿回兵权，谁就当太子。为了那个位子，这几个皇子卯足了劲儿的对镇国公府出手。这一次刺杀的确是二皇子。二皇子还算是手下留情，只暗杀有能力的苏南辰，保全整个镇国公府。其他几个皇子可就没这么心慈手软。薛华假死私奔，让镇国公府拿银子养宁远侯府这件事儿，就是三皇子的阴谋，为的是削弱镇国公府的钱财，再图谋其他。可惜呀，薛华的假死变真死，二皇子派来的刺客又太菜了，两位皇子计划落空，又要想出新的毒计了。苏南辰瞳孔骤然一缩，没想到所有事情都是皇上授意的。我们苏家满门忠烈，居然因为猜忌落得如此下场。若不是还需爹爹在边关镇守，恐怕我们一家早就满门抄家流放了。你做得很好。莫影拿出10两金递给陆真真，陆真真眼睛一亮，双手接过金票。谢主子赏赐。有了这10两金，团团不久就会苏醒。这个冤大头，不，这个英明神武的主子，以后还有这种好事儿，请务必继续找我。翌日天光大亮，苏宁烟带着陆真真与春桃再次乘坐马车返回了宁远侯府。夫人，老夫人已经在荣安堂等候多时了。这是问罪大小姐，扶丧期间回娘家，这是顺便老钱婆要让大小姐收养外室子。哎呀呀，希望大小姐别犯糊涂，白眼狼是养不熟的。苏氏，你身为侯府主母，花儿尸骨未寒，你却夜不归宿，成何体统？母亲息怒，儿媳只是回国公府向母亲报丧，太过悲痛。够了，不说这些伤心事了。我今日叫你来，是为了一件大事。华儿走了，但宁远侯府的香火不能断。我已从旁支过继了一个孩儿，名叫念华，从今日起便记在你的名下，由你抚养，做我宁远侯府的嫡长孙。哟，念华，惦念薛华，听着多深情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谁搁这演痴情话本呢。直接把外世子抱回来，冠上嫡长孙的名号，让正气当冤大头养着，这老钱婆的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大小姐千万别糊涂呀，这要是硬了，以后有你受的。那可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10年后会亲手给你灌毒药的。母亲说的是，夫君走了，侯府的香火确实不能断。你能如此想，便是最好。你永远都是我们侯府的主母，这点永远不会变。这妮子不会真抽风答应了吧？实在不行，我晚上直接灭了侯府满门，连只老鼠都不会放过，干净利落，没人查出来是我干的。只是过继孩子是大事，总要选个与我投缘的，这孩子将来也养在我的名下，日日相对。若是个不讨喜的，岂不是彼此折磨？所以儿媳想自己去挑一个喜欢的孩子。哎呀，大小姐这一招以退为进，直接打乱老钱婆的计划，不错不错。我就说嘛，镇国公府的嫡出小姐怎么会蠢？知道了薛华假死私奔，没了恋爱脑，战斗力直接飙升啊！若是我听不见这丫鬟的心声，一直以为薛华深爱我，
我一定会答应这样的要求。知道薛华是骗我后，我突然觉得整个侯府的人都戴着一层面具，虽礼貌谦和，但从来不遮掩眼里明晃晃的算计。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我还果真是蠢。胡闹！念华这孩子是我和族老们一起精挑细选的，生辰八字与侯府与你都相合，是天大的福分。岂是你说换就能换的？人我已经派人去接了，不日便到。你只需安心等着做母亲便是。看来陆真真说的是真的，若不是薛家的血脉，他的亲孙子，以薛老夫人自私自利的性子，怎么可能让一个陌生孩子占着嫡出世子的身份，享受侯府的一切？母亲如此执着于这个念华，莫不是这孩子本就是夫君的亲骨肉，是薛华在外养的外室所出？好家伙，直接一个好家伙，大小姐牛逼！撕破脸皮的直求才是最真挚的问候啊！干得漂亮，就该这么问，看着老千婆还怎么装？你放肆！苏宁烟，你竟敢再次胡言乱语！花儿才刚走，尸骨未寒，你身为他的妻子，就是这么作践他的名声吗？你的心难道是石头做的吗？当初华儿要娶你，我是不同意的，他跪在祠堂3天3夜，绝食抗议让我答应。你就是这么回报华儿的深情？我去，老千婆的演戏功力可以啊！什么3天绝食抗议，那3天都在他养外室的小院里。这个叫念华的孩子就是那个时候怀上的。大小姐不会因为这样的话就感动了吧？死恋爱脑没救了，还是晚上来灭门算了。什么？居然还有这么一出？母亲为何能说出如此话？难道我在母亲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皇上以孝治国，若我与那孩子不亲，让他背上了不孝的名义，如何参加日后科举？没了前程，侯府如何兴旺？得不偿失啊，母亲！薛老夫人那张刚刚还因悲愤而扭曲的脸，此刻像是被冻住了一般，只剩下摇摇欲坠的错愕。她引以为傲的演技，那段催人泪下的绝食求娶的深情戏码，竟被苏宁烟用如此轻飘飘的一句话撕了个粉碎。哎呀，哈哈，干得漂亮！大小姐这招釜底抽薪，直接把老千婆的梯子给抽了，让她演，看她还怎么往下演。接下来是不是该恼羞成怒，直接开骂了？宅斗经典流程嘛，我懂。母亲，儿媳并非有意冒犯，儿媳只是觉得这过继的孩子是要记在儿媳名下，日夜教养的。若无眼缘，强行凑在一起，于我于那孩子都是一种煎熬。儿媳别无他求，只求能亲自挑选一个合眼缘的孩子，如此方能将对夫君的思念尽数寄托于他的身上，好生教导，不负侯府所托。你要我养孩子，总得让我挑个顺眼的吧，不然我天天对着他哭，败坏侯府名声，这责任谁来负？薛老夫人被他这番话堵得心口发闷，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换？怎么能换？那可是我的亲孙子，是我薛家正儿八经的血脉。荣安堂内的空气仿佛凝成了实质，压得人喘不过气。罢了罢了，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倒是我这老婆子心急了。哟，变脸了？老千婆这是要出新招了？既然你觉得不妥，那便依你。
只是念华这孩子，八字是族老们费尽心血算出来的，与侯府气运相合，断没有再换的道理。这样吧，念华依旧按族里的意思记在你名下，承袭嫡长孙之位。此外，我允你再从外面挑一个合眼缘的，一并养在院里，也算好事成双，给你解个闷儿。我呸！好一个两全其美，这是把亲孙子当宝，把大小姐你挑的孩子当猫狗玩意儿养着解闷儿呢，这不就明晃晃的羞辱吗？既如此，儿媳谢过母亲成全。好，好，你能想通便好。哼，只要我的宝贝孙子能名正言顺的进府，多养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野小子，又算得了什么？从荣安堂出来，一进入自家听雪院的门，乔大小姐这样子是另有成算。珍珍，奴婢在。你去一趟镇国公府的暗卫营，从里面挑一个7、8岁无父无母的男孩，相貌不重要，最要紧的是脑子要机灵，要有足够的眼力劲儿，最好有些身手在手上。大小姐想要借暗卫之手给那个野种来一个有阴影的灰暗童年，不错，真不错。告诉那个孩子，从他踏入侯府的那一刻起，他就是我苏宁烟的儿子。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用尽各种手段整治那位所谓的薛家嫡子，不要留下任何线索和痕迹。那还不简单，选个比那个野种更绿茶的就好了，绿茶对绿茶，看谁手段更高明了。是，大小姐。领了命，陆真真脚下生风，一溜烟儿便出了宁远侯府，便已来到了城外一处不起眼的庄子。331号，你可算回来了。快说说，外头都传疯了，说你一个人就拿下了刺杀主子的3品武者，是不是真的？什么叫拿下？我听说是生擒，毫发无伤。我还听说末影首领都不是那人对手。你不会已经踏入1品境界了吧？嘿嘿，钱这不就来了吗？想知道？众人如小鸡啄米般疯狂点头。好说好说，内幕消息独家放送，1人1两银子，童叟无欺。话音刚落，方才还热闹非凡的人群瞬间安静了。1两银子就听个响儿？废话，本姑娘出生入死换来的战绩，给你们听个响，难道还要倒贴不成？心真黑。算了算了，事情真假也跟我们无关。前一刻还围得密不透风的人墙，下一刻便唰的一下作鸟兽散。众人溜得比兔子还快，仿佛晚走一步，荷包里的银子就会被他用眼神勾走似的。切，一群穷鬼！哟，这小子可以呀，属王八的吧？这么耐打。还有谁来挑战？这新人似乎很不错呀。这小子是上个月的丁字营的第1，据说父母被人所害，想要报仇，自己跑来我们这儿主动当暗卫的。才来半年，从一个弱不禁风的豆芽菜变得如此凶悍了。自己找来的？据说在附近蹲点了3个月，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让高管事收留了他。你也知道，高管事为人古板，做事一板一眼，不知道变通。能说动高管事进入暗卫营，那也是有些本事的。机灵，有眼力劲儿，身手狠辣，无父无母。这不就是大小姐要找的天选之子吗？能说动高管事，恐怕这本事还不小。就是他了。主意敲定，陆真真便不再耽搁，步履轻盈地朝着擂台走了过去。这小眼神儿真带劲儿，跟我们家团团才被我契约的时候一模一样，
看谁都想咬一口。高管事，许久不见，别来无恙啊。331号，你怎么回来了？陆真真的实力一直都是很弱的，一夜之间居然能够毫发无伤地生擒3品武者，所有暗卫都为了进甲子营不断地展现自己，他却一直都在藏拙，有可能是潜伏他细作。哟，老古板这眼神儿，怎么跟防贼似的？大小姐身边需要一名7、8岁的男童，来暗卫营挑个人，就他了。大小姐的命令，你可有什么凭证？再说了，他只是丁字营的新人，还无法胜任小姐的任务。能让高管事这么护犊子，这小子的本事比我想的更厉害呀！就算如此，我想要带着孩子走，谁拦得住？他从怀中掏出一块玉佩，丢给高管事。看清楚了，即便是大小姐的命令，此事也得请示主子才行。陆真真知道规矩，点了点头，示意高管事去请示。你好厉害，比营里的很多人都厉害，能教我武功吗？让我干什么都行。干什么都行？这么拼命学武干什么？报仇。报仇简单，告诉我你的仇人是谁，我今晚就帮你杀了他们。他们权高位重，就连主子都忌惮3分，为了不连累其他人，我还是想亲手报仇。这倒霉世子都要忌惮3分的人，算来算去，整个朝廷上下也就那么几个人了，杀了他们并不是最好的报仇方式。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报仇吗？是权力。只要手里拥有绝对的杀生权，任何人都会怕你，包括你的仇人。现在有个很好的机会，让你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就看你愿不愿意了。真的？自然。主子有令，人你可以带走。哼，我就知道，我们家世子哥哥最疼大小姐了。但需要你每月向末影首领汇报一次任务情况。知道，走吧，大小姐还等着呢。对方紧跟在他的身后，在一众暗卫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中，离开了这座充满了血与汗的牢笼。听雪院内檀香袅袅，我们家大小姐这气质，这颜值，活脱脱就是仙女下凡。可惜了，被薛华那个渣男和老钱婆一家子给坑惨了。现在我来了，并不让这样的美人儿香消玉殒的。大小姐，人带回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只有代号973。从今日起，你便是我苏宁烟的儿子。我赐你姓薛，单名一个彻字，彻查的彻，薛彻。从今往后，你便是薛彻。大小姐说什么？我要成为大小姐的儿子了，侯府的嫡子，而且薛彻，我有名字了。你的任务有2，其一，你有一个在侯府极其得宠的兄长，名叫薛念华，但也是你的磨刀石。我要你狠狠地欺辱他，但是不能叫人发现或者抓住把柄。如果能调教的对你言听计从，那便更好。其2，我会请最好的先生教你文，让真真指点你武。7年之内，我要你入朝堂，掌权柄，成为人上人。这2件事，你做得到吗？原来331号说的都是真的，只要让我接触权力，只要将生杀大权紧握在手，就算是皇帝也得听我的。薛彻此生愿为母亲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只要你跟我一条心，我自然将你当成亲生儿子，不会亏待于你。
行了，时间不早了。春桃，你带彻儿下去休息吧。珍珍，大小姐有何吩咐？明早你去荣安堂回话，就说我为自己挑的孩儿已经找到了，先带回了院里。这几天让他先熟悉熟悉环境，加上我身体不适，这几天就不去请安了。是，奴婢明早就去。说完，陆珍珍退出了房间，回到自己住的地方，拿出用银票兑换的银两，整整200两。她素手一挥，一只虎斑纹的猫出现在床榻上。团团似乎闻见了银两的味道，强撑着身体埋头在银两中间，吃得嘎嘣脆，不一会儿就吃完了，倒头继续沉睡了。看来还得努力赚银子才行。天蒙蒙亮，陆珍珍将团团收入空间后，就起床去了荣安堂。老钱婆还真会享受，若不是团团这个吞金兽，我高低也得找几个丫鬟伺候。老夫人，熬夜是时候，夫人伤心过度导致身体不适，这2天就不来请安了。夫人让老夫人不用担心她的身体，昨夜已经将小公子领回听雪院了。领回来了？这么快就定下了？都不再多斟酌一下？知道了。哼，既然人都找齐了，那便一事不妨二主。3日后开宗祠，把这2个孩子一并上到我薛家的族谱里去。待陆珍珍走后，荣安堂内那最后一丝伪装的平静也被撕碎。好个苏宁烟，好个镇国公府的嫡长女，她这是在跟我叫板，她这是在打我的脸。老夫人息怒，小心气坏了身子，不值得。息怒？我如何息怒？我让他过继念华为嫡长孙，是给他脸面。他倒好，非要自己另立山头，从外面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里刨出个野种来，想跟我的念华分庭抗礼。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他就是想养一只忠于自己的狗来咬我的亲孙子。老夫人，夫人怎么说也是侯府主母，身后毕竟是镇国公府，我们不好做得太过。主母又怎样？镇国公府又如何？我原以为他是个没了男人撑腰，只能任我拿捏的软柿子，没想到竟是个藏了毒刺的毒蝎子。他想斗，好啊，我便陪他斗到底。3日后，我倒是要亲眼瞧瞧他究竟挑了个什么货色回来。我倒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一个上不得台面的野种如何能与我金尊玉贵的念华相提并论。到时候丢人的还是他苏宁烟的脸。老夫人，你说那孩子会不会是苏宁烟和外面野男人的野种？不然昭和演员的速度也不会这么快啊。你说的也不无道理。老夫人，我们留着苏宁烟也是为了她的嫁妆，如果她当着众人的面偷男人，老夫人可以代世子休了那个贱人，这样不仅把她赶出家门，还能留下嫁妆。行，这件事交由你亲自去办，千万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老奴知晓，老夫人放心，绝不会坏了三皇子的好事。陆珍珍回到听雪院时，已是天光大亮。夫人呢？回珍珍姐的话，夫人正在书房教导小公子。陆珍珍点点头，转身去了书房。这孩子果真是个好苗子，这才1晚上，就有几分读书人的模样了。其实薛念华资质也是不错的，只可惜薛家独苗被薛渣男和老钱婆养得太过骄纵，心比天高，觉得所有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肆意妄为的觉得他做什么侯府都得给他兜底儿，再不好好管教，迟早要把薛家坑的薛华从坟里蹦出来。大小姐，话已经带到了，老夫人说了，
3日后开宗祠，将彻少爷和念华少爷一并记入族谱。你就在一旁伺候小公子笔墨吧。是，老仙婆这心眼比针尖还小，她是不会让来路不明的孩子占侯府便宜的，绝对会在宗祠大会上搞事情。让我看看这老仙婆会搞什么事儿。我去，这老仙婆怀疑薛彻是大小姐和外面野男人的孩子，是想要和她的亲孙子来抢侯府的，这脑回路真牛。3日后的宗祠大会上，想当着满府亲贵的面，让大小姐和野男人苟合，将她赶出侯府，吞占大小姐的嫁妆，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哼，既然这样，那到时候就别怪我了。彻儿，等3日宗祠大会后，你便是名正言顺的侯府嫡出小公子，我苏宁烟的儿子。母亲，我定不会让你失望。3日时光转瞬即逝，宗祠大会这日，宁远侯府张灯结彩，门庭若市，京中有头有脸的达官贵人，沾亲带故的世家宗亲几乎都来了。众人说说笑笑，虚与委蛇。宗祠之内香烟缭绕，庄严肃穆，而在宗祠后面的一处冷清花园一角，与宗祠内和谐的气氛却截然不同。推人的正是薛老夫人心尖上的宝贝孙子薛念华。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撞我，弄脏我的鞋？我告诉你，今日是我入族谱的大日子，以后我就是侯府的小世子。我告诉你，这双鞋上镶的南珠可是祖母好不容易找过来送给我的，可贵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你胡说，我都没碰你，是你一看见我就把我推倒了，我根本就没弄脏你的鞋。你这个小野种还敢反抗？哈哈，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住手！来人正是薛彻。你又是谁？敢管小爷的闲事？小心你跟他一个下场。弯腰将那个被欺负的小男孩扶了起来。我跟你说话呢，你这个野……话未说完，薛彻将藏于手中的小石头朝着薛念华的脚射了过去。薛念华只觉被什么东西打在膝盖上，整个人扑通一声结结实实地摔了个狗啃泥。他躺在地上发愣，很快痛觉席卷全身。祖母，有人打我，他打我！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他居然打我！这一嗓子立刻引来了周围所有宾客的注意，都纷纷朝着声音的方向走了过来。怎么办？我们似乎惹到了不能惹的人，若是我娘知道了，一定会狠狠揍我的。别怕，有我。更何况你没惹事，是他欺负你，你娘不会打骂你的。为了完成母亲的任务，为了知己知彼，他偷偷去过荣安堂，早早就知道这个男孩就是他名义上的兄长，一个被薛老夫人养得毫无教养、目中无人的孩子，心里早已经有了对付薛念华的主意。哎呦，我的乖孙，这是怎么了？是谁？是谁敢打我的乖孙儿？是不是你这个野种？来人呐，把这个无法无天、目无尊长的野种给我拖出去，打断他的腿，丢出侯府。这是谁家的孩子呀？连侯府家的嫡长孙都敢欺负，长大了还了得了？哎呀，这是谁家的孩子呀？赶紧领回家！这要是真的打断了腿，这辈子都完了。住手！老千婆这是要当着众人不知道薛彻的身份，将他赶出府。就算后面知道身份，也不可能进入族谱了。毕竟侯府继承人不能是个断腿的废材。母亲只叫了一声，便垂下头，仿佛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哼哼，苏宁烟，你来得正好。看看这个小野种，这就是你精心挑选的好儿子，现在还未进入我们侯府，就敢在宗祠种地行凶，如此的欺辱兄长，
进了族谱后那还了得？我坚决不同意。众人都愣住了，没想到今日的2个当事人竟然是侯府开宗祠的2位少爷，顿时都进入眼观鼻，鼻观心的状态。彻儿，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母亲，我没有打他，我只是看到兄长推了这位小公子，怕他摔跤，就想上前扶一把，谁知道兄长自己没站稳，不小心摔倒了，我也不知道，他就哭了起来，还诬陷我打他。对不起母亲，都怪我不该多管闲事的，让兄长受伤了。可是母亲教导我，遇到不平事要锄强扶弱，不能因为自己是侯府的小公子，享受百姓供给，同时忘记百姓的辛苦，这才是侯府应该有的担当。没想到会连累兄长受伤。祖母，是薛彻的错，请您责罚。不愧是把高管事那个老古董都摆平的薛彻，这茶艺不错呀，3言2语黑的都说成白的了。这委屈的小表情，这无辜的大眼睛，这以退为进的台词，是完成大小姐任务的不二之选。胡说，明明就是你打的我，就是你这个野种，还敢跟我抢侯府嫡子的位置。我告诉你，祖母跟我说过，侯府的一切都是我的，你赶紧滚。这一下更让众人看清2人之间的差距。薛老夫人选的孩子可真是一言难尽，和薛彻这副有担当、知礼节的模样，简直云泥之别。都是小孩子之间的打闹，做不得数。还真是双标，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要不是看着你是侯府老夫人，谁搭理你？你这个野种，没有资格进侯府。我祖母说了，侯府的一切都是我的，你赶紧给我滚。彻儿，道歉。道什么歉？你不过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寡妇。母亲不要在意他的话，你还有我呢。这2个孩子的秉性一眼就瞧出来了，老夫人为何喜欢这孩子，一看就是个不孝的。老夫人这是怎么想的？给侯府挑了个什么玩意儿？是要断侯府的前程？娘，其实是因为他诬陷我弄脏他的鞋子，把我推在地上，还打我踹我，是这位大哥哥帮我解围的，但是大哥哥没有打人。真相不言而喻。薛老夫人，虽然我家只是一个小小的礼部侍郎，但也不畏惧你侯府。谁家的孩子不是个宝？你就如此纵容你的孙子，欺辱管家子女？你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明天我让夫君猜你宁愿侯府一本。薛老夫人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她本想借此机会狠狠羞辱苏宁烟和她挑来的野种，让所有人都看看谁才是宁远侯府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谁曾想偷鸡不成蚀把米，反倒让自己的亲孙子当着满堂宾客的面成了一个恃强凌弱、颠倒黑白的笑话。这脸被打得啪啪作响，火辣辣的疼。母亲，这便是您千挑万选要记在嫣儿名下悉心教养的嫡长孙吗？当着列祖列宗和满堂宾客的面恃强凌弱，搬弄是非，您是想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我们宁远侯府的家风就是如此不堪吗？趁你病要你命，老千婆亲自把这个机会送到跟前儿，不好好的将他的脸皮按在地上摩擦，都对不起薛念华这猪一样的队友倾情演出，看他那张脸黑得跟锅底一样。李夫人，等念华入了族谱，我便让他给令郎道歉，并且补偿300两汤药费，你看可好？李夫人见自家儿子也没多大伤口，便同意了。薛老夫人见李夫人同意了，猛地一甩袖，吉时已到，开宗祠。既然都是要入我侯府的人，那就一视同仁，都记，2个都给我记上族谱。此言一出，众人随着薛老夫人鱼贯而入，进入祠堂。
宗祠大会在一种诡异的氛围中进行着。礼成之后，宾客们移步前厅赴宴，气氛才稍稍缓和。来了，他来了！老钱婆带着药走来了。这药是给畜生用的，猛的一批。冯嬷嬷是会找药的。儿媳，今日之后你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以后就辛苦你了。这是赤裸裸的阳谋啊！当着这么多人面，大小姐不喝，视为不孝，是很重的罪，喝了就没了清白。他们在西边那个废弃的落日轩里安排了一个马夫，就等着把大小姐弄过去，毁了她的清白。到时候再反咬一口，说是大小姐耐不住寂寞，与人私通，不仅能把大小姐赶出侯府，还能名正言顺地吞掉所有嫁妆。好一招毒计！老钱婆的心是墨汁做的吧？黑透了。苏凝烟听着陆真真的心声，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光。想不到薛府都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狼豺虎豹。儿媳妇儿，大小姐看我干什么？难道也发现了酒不妥，向我求救？对，就是求救，快救救我！他忍住自己点头的冲动，只能目光灼灼地看向他，希望这丫头真的懂自己的意思。无所谓，大小姐喝了也没事，我有百毒丹，啥毒都能解。更何况我是一个实挣钱不辞辛苦的绑来的人，大小姐不喝，后面的好戏没法唱呀。当着薛老夫人的面，将手里杯中的酒水仰头一饮而尽。谢过婆母。坐下用膳吧。大小姐，您怎么了？哎呦，徐氏夫人的酒劲儿上来了，这酒可烈着呢。你快去小厨房给大夫人煮一碗醒酒汤来，我送夫人回院子。可是什么？难道你会觉得我会害了夫人不成？春桃将上个月的工钱2两银子塞进陆真真的手中。你看着点，小姐，别让小姐吃亏。放心，定会给你妥妥的。调虎离山，经典，太经典了！接下来的好戏开场了。两人穿过回廊，来到一处偏僻的院落。房门一推开，一股甜腻的异香便扑面而来。嚯，双重保险啊！不仅下了药，还点了催情的合欢香，生怕计划出一点纰漏。这老钱婆真是谨慎的可怕。哼，成了。只要等那个马夫进来，苏宁烟这辈子就彻底毁了。他得意地转身准备出去将门锁上，就在他手刚碰到门栓的那一刻，一道黑影如鬼魅般闪至他身后，直接一个手刀便精准地劈在了他的后颈上。他大步走到床边，将百毒丹塞进苏宁烟嘴里。苏宁烟意识逐渐回笼，他被陆真真抱着，脚步轻快而平稳，一路避开人群，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听学院。陆真真给苏宁烟盖上棉被，就转身出门了。戏台都搭好了，这出戏不继续唱，怎么对得起老钱婆？前厅觥筹交错，宾客尽欢。春桃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醒酒汤，步履匆匆地穿过人群，左右都没有寻到冯嬷嬷，不知道冯嬷嬷将自家小姐带去哪里了。老夫人，我家夫人的醒酒汤熬好了，不知冯嬷嬷将夫人扶到何处歇息了？怎么，冯嬷嬷还没有回来？这都快1炷香的功夫了，怎会去了这么久？薛家果真是要对自家小姐动手了。哎呀，也不知道陆真真那个疯丫头把小姐看住了没有，否则小姐今天定要吃大亏啊！哎呀，嫣儿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她今日受了惊吓，又多饮了2杯，身子本就娇弱，可千万别摔着碰着了。若她出了什么事情，我今后可怎么去底下见我们的华儿啊？诸位稍坐，老身去就回。这话谁信？在座的都是人精，从只言片语中就闻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老夫人莫急，我等也跟着去瞧瞧，人多也好有个照应。今天可是开宗祠的日子，说出了什么事情，可要坏了吉日啊！哎，大家一起找找吧！啊！薛老夫人等的就是这句话。哼，来吧，都去看吧。今日我就要让苏宁烟这个小贱人身败名裂，万劫不复。一行人浩浩荡荡，由薛老夫人领着，穿过抄手游廊，直奔西边那处早已废弃的落日轩。这是合欢香？天哪，侯府之中怎会有此等污秽之物？谁这么混账，在我侯府做如此下作之事？老身倒是要好好瞧瞧，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还未靠近，就听见屋内一阵压抑的、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所有人都在这里，会是谁呢？哎呀，这个时候只有侯府夫人不在，难道是她？陆真真躲在人群后，突然冒了喊出一声：“侯爷刚死，作为侯府主母的侯夫人就耐不住寂寞。”她又换了个地方，尖叫道：“哎呀！镇国公怎么养出这样的女儿啊，真是丢脸！前戏足足的，老钱婆一定高兴，带人赶紧去捉奸。不知廉耻，光天化日之下竟与人在此苟合，简直是伤风败俗。侯府的脸这下可丢尽了。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快给我把门撞开，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个奸夫淫贼敢如此辱我侯府门楣。不，里面不是我家小姐，我家小姐最是知书达理，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的。你们胡说，我家小姐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能进去。滚开！好个刁奴，主子做出这等丑事，你还敢包庇？给我把他拖下去！放开我！你们不准污蔑我家小姐！春桃姐姐，你这是怎么？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给你2两银子，让你好好看着小姐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哎呦，算了，事态紧急，快去救救小姐！春桃这傻丫头，忠心是忠心，就是脑子不太灵光，看不出这是老钱婆设的套，大小姐怎么都躲不过的。有我在，结局自然会不一样。他弯下身，凑到春桃耳边，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清晰。嚷什么？你家小姐正在听雪院的床上睡得正香呢，拿了你的钱，自然办事妥协。安静点儿，好好看戏就是。春桃眨巴着含泪的大眼睛，错愕地看着陆真真。陆真真伸手将她张大的嘴慢慢合拢，露出得瑟的笑容。还愣着做什么？给我把这扇门撞开！我侯府的脸面，绝不能被此等淫娃荡妇玷污。是。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丁应声上前，蓄满力气，猛地朝那扇脆弱的木门撞去。所有人随着薛老夫人身后鱼贯而入，都伸长了脖子，准备欣赏一出侯府夫人失节的香艳大戏。然而下一瞬，看客们脸上的兴奋与期待尽数凝固。那是冯嬷嬷，怎么会这样？轰！人群炸开了锅。不是说是侯府主母苏宁烟吗？怎么会是薛老夫人最倚重的心腹冯嬷嬷？冯香莲！切，这出好戏喜欢吗？专门给你们准备的。这老钱婆的脸现在比锅底还黑，真精彩！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他们给老身拉开，把那奸夫给我揪出来，老身要将他碎尸万段。两个婆子连忙冲了进去，手忙脚乱地想将两人分开，可那两人像是被下了药，神志不清，力气大得惊人，死死纠缠，口中还发出令人面红耳赤的呓语。混乱中，
那男人的脸终于暴露在众人面前。放肆！谁敢动本王？本王要诛你们九族！一声本王如平地惊雷，炸得所有人头皮发麻。三皇子殿下！天哪！三皇子和侯府一个年过50旬的奴婢在行此苟且之事。薛老夫人看清那人是三皇子后，心里直呼完了，竟是活活吓晕了过去。这次不但折了冯嬷嬷这个左膀右臂，还连累了三皇子闹出这样的丑闻。这样的三皇子已经与那个位置无缘了，薛家这下是彻底的得罪三皇子了。切，不枉我一大早将打晕的三皇子给扛到这里，真是一出好戏呀！老夫人，快扶着老夫人！场面瞬间乱作一团。而此时被众人惊扰的三皇子眼中的迷乱正飞速退去。三皇子猛地抽出腰间佩戴的软剑，剑光如一泓秋水，森冷刺骨。今日这事只有死人才不会传出去，你们一个也别想走。我去，玩这么大，恼羞成怒就要大开杀戒，这位皇子哥心理素质不行啊！不行，人都死光了，谁去传八卦？谁来败坏侯府的名声？我家小姐的仇还怎么报？狗皇帝如何将三皇子踢出局？对不住了您嘞！为了京城舆论的繁荣昌盛，为了镇国公府，只好请您先睡一觉了。众人只觉眼前一花，一声清脆的轻响，陆真真伸出2根手指，精准无比地敲在三皇子后颈的睡穴上。刚刚还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的三皇子，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双眼一翻便软绵绵地倒了下去。全场死寂。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走！等他醒过来，你们还得死！你们回去赶紧将这事大肆宣扬，知道的人多了，就不怕被灭口了。这一幕让站一旁的春桃看得一愣一愣的。如何？你的2两银子值吧？下次这样的事情没有无聊，别找我办事儿。小公子已经上了族谱，老千婆也晕倒了，走吧，大小姐应该醒了。陆真真拉着春桃往听雪院走去。来参加宗祠大典的夫人和小姐都怕死，不有余力的传播。很快，宁远侯府宗祠大典，三皇子与老奴苟合被抓现场，三皇子羞愤之下当场杀人灭口的消息，不到1个时辰就飞遍了京城的每一个角落。整个上流圈子彻底沸腾，甚至传进了皇帝的耳朵里。乾清宫中气氛凝重如铁。你这个混账东西！皇家的颜面被这个不孝子一夜之间给丢得干干净净。来人，拟旨。第一道直指三皇子府。三皇子萧胜德行有亏，说禁足府中1年，闭门思过，无招不得出。第二道则飞向了宁远侯府。宁远侯府治家不严，教奴无方，以致酿成大祸，有损天家威仪。念着薛老侯爷功绩，夺薛老夫人一品诰命夫人封号，并闭门思过3月。而此时的听雪院，母亲，你慢些喝，小心烫。这儿真乖，有你在，母亲心里便安了。瞧瞧我选的枣儿，就是天心小棉袄，哪像隔壁那个薛念华，整个一讨债鬼。等小绿茶以后长大了，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一脚把薛念华踹飞，看老钱婆还怎么得意。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似乎听见外面慌乱的声音。春桃提着这个就兴奋，手舞足蹈地给自家小姐讲了今天发生的事情。春桃，为我更衣，我要去给老夫人请安。大小姐这是要去老钱婆伤口上撒盐？不，
是撒砒霜了。不过以老钱婆那心气，不能报仇雪恨，就算只剩半口气，也能撑到过年。有好戏看了。荣寿堂内依旧弥漫着一股浓重压抑的药味。母亲，您身体可好些了？媳妇听闻府中出了这等阿杂事，心中甚是惶恐不安。想来是咱们侯府近日煞气太重，冲撞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媳妇儿想着明日去城外的白马寺拜一拜，为侯府上下祈福，去晦气，您看如何？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现了儿媳的孝心，又将一切归咎于虚无缥缈的鬼神之说，让薛老夫人一口气堵在胸口，发作不得。她能说什么？难道说这一切都是你苏宁烟设计的吗？没有证据？既然你有这份心，那便去吧。去吧去吧，正好给他买通杀手，弄死这贱人，在上香路上殒命，论谁也查不到他身上。儿媳有心了。对了，燕华那边你不必再操心了。你身子弱，2个孩子照顾不过来，我已为他寻了个妥帖的奶娘，日后他的饮食起居就都由奶娘负责了，你只需要给日常开支就行。这是防着我和彻儿，还要我掏银子养白眼狼。是，全凭母亲做主。哟，让薛华的外室给自己亲儿子当奶娘，这老钱婆是生怕外人不知道这孩子来路不正吗？这操作真是烧断了腿。前脚刚被皇帝削了诰命，后脚就敢把外室弄进府里，还是这么个敏感时期，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作死就不会死啊！要是让人看出端倪，宁远侯府剩下那点脸面啊，可真丢完了。苏宁烟微微皱眉，想来冯嬷嬷的死对老太婆打击太大，想用这样的事情来恶心她了，她迟早要将这个外室给弄死。翌日，大小姐，都准备好了。小姐，你怎么想起来今日去白马寺去烧香啊？我与婆母看着和谐，实际上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冯嬷嬷因我而死，婆母将这笔账定会算在我身上了。与其在府里和她虚与委蛇，还不如找个机会让她下手。珍珍，你能护我们安全的，对吧？奴婢自然会护住大小姐的。苏宁烟不由得浅笑，这话听着很忠心，实则在向她要银子。果不其然，就听见陆珍珍心里的盘算。作为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和侍卫，保证她的安全是暗卫职责，毕竟每月还有5两工钱。至于春桃和薛彻，就跟自己没关系了，毕竟自己也没义务，能不能活命就看自身硬不硬了。苏宁烟伸手从发髻上拿下一只金钗，递给陆珍珍。能护住了吗？护得住，护得住。大小姐放心，我们多少人去白马寺，就多少人回府，一个不落。那就好，不高兴了。小姐，你对她也太好了吧，比对春桃还好。马车在白马寺寺庙大门前停稳。阿弥陀佛，苏夫人，方丈已在禅院等候多时。这寺庙修的倒是气派，香火钱没少捞呀。然而当他踏入寺庙的一瞬间，眉头却急不可察地轻轻一蹙。不对劲，这佛光普照的清净之地，为何会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魔气？虽然极其微弱，几乎被浓郁的香火气所掩盖，但绝逃不过他的感知。怪了，下界灵气稀薄的跟兑了水的米汤似的，连养只灵宠都费劲儿，怎么会滋生出魔族妖兽？这种级别的玩意儿，不是应该生活在上界，或者至少是中界了吗？难道是哪家神仙下凡旅游，不小心把自家宠物给弄丢了？
苏夫人为家祈福，心诚则灵，佛祖必会庇佑的。有劳主持了。苏夫人，若要解签，请到禅房中详谈。主持将苏宁烟邀请到禅房，关门时让小沙弥引着春桃、薛彻三人去偏殿上香。陆真真跟着他们身后，目光观察四周，趁三人不注意离开，一个闪身就不见了身影，直朝着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魔气地方寻去。这个地方绝对有问题。他循着那一丝微弱的魔气，悄无声息地绕到了寺庙的后山。后山人迹罕至，林木幽深，很快进入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山洞阴风阵阵，伴随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腐臭。若不是他能感觉到魔气的寻找，根本没人能够发现被藤蔓遮掩时的洞口。很快在里面发现一座由不少尸体和森森白骨堆积而成的小山，尸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好家伙，这是把香客都当自助餐给吃了，顺便用阴魂提高自己的修为。这妖兽胃口不是一般的好呀。下界灵力极少，就算有什么灵气充裕的福地，也被各大宗门占据，更何况少之又少。但下界的宗门能力极差，也就比凡人强一点点，根本发现不了这样的魔族妖兽。若继续再这样放任不管，这只魔妖很快会成为下界大祸。余光就瞥见一只肥老鼠正蹲在一旁啃食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么硬？那坏蛋，放开鼠，快点放开！另一只手凭空多了一颗丹药放到老鼠面前。人，这是什么好吃的？鼠想吃，快给鼠吃。想吃？我给你。啊，真的？人，你能听懂我说话？有怪物呀！谁来救救鼠？鼠要死了！别废话，想吃好吃的就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人，说了就给鼠吃。鼠说，这个洞穴是怎么回事？那些白骨从哪儿来的？有怪物把那些人拖进来，咬死了丢在这里，好把那些人的血都吸干，有时候回来吃尸体，大部分都在这里，好可怕，鼠差点也被吃了。你知道那个怪物去哪里了吗？我知道，它变成了人，变成了没有头发的人，经常在前面那个寺庙里骗人吸血呢。糟糕，真真姐，那个疯丫头这样毛毛躁躁的，也不怕丢了小姐的脸面？难道是小姐出事了？一声巨响，房门被陆真真从外面一脚踹得四分五裂。此时的苏宁烟已经昏迷躺在地上，此刻正伏在他的身上的住持维持人身，头却变成一只巨大的蜥蜴头。他嘴角咧开一个非人的弧度，一口雪白的利齿正死死地咬在苏宁烟纤细白皙的手臂上。找死！陆真真在胸前结印，快速打向蜥蜴怪。下界的宗门不过是一群刚刚引气入体的凡人而已，想杀我，异想天开。蜥蜴怪没有躲闪，直接迎着陆真真的结印袭击过来。结印触碰他的皮肤，带着疼痛的灼热感。你不是下界的人，你是谁？你管我是谁？能杀你就行。陆真真张开右手，一把寒气逼人的剑凭空出现在他的手里，让蜥蜴怪一愣。什么？你居然拥有空间界？只有上界的人才有，你是如何来下界的？反派死于话多。陆真真随手轻轻一挥舞，半个房间被冰封住，将来不及逃的蜥蜴怪冻成了冰雕。这魔怪骨真是从上界来的？还没成长起来，任凭我现在的能力，搞不好还被反杀。
必须快点搞钱。春桃和薛彻此时才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看着陆真真抱着苏宁烟出了禅房，都焦急地围了上来。这是出了什么事了吗？没事儿，我说了保你们安全，自然是会做到的。春桃，事情已经解决了，这里出了命案，去报官。小姐，这是怎么了？这黑气是什么呀？真真姐，我去吧，我脚程快。陆真真点点头，然后找了一个干净一点的客房，将苏宁烟安置好。苏宁烟的伤口已经有魔气沾染，对下界的人来说很难，如果拖到魔气入体，活不过3日。但是对陆真真这个上界老祖来说，简单不过，只是团团未醒，他的修为因此折损了大半。想要救苏宁烟也可以，后果是虚弱7日。这7日比普通人还脆皮，被人轻轻一撞都容易骨折的程度。毕竟关乎自己的性命，陆真真绝对不会做这样的蠢事，除非加钱。大人，香客已经遣散，案发现场贫僧已命令保护，受害者在香客房休息，贫僧这就给几位大人带路。好霸道的选兵之力，出手之人修为绝对不凡。既然出现了妖魔，这案件归镇魔司了。你们派1人去镇魔司告诉这里的事情，其余的人将石块拼凑起来，并搜查整个白马寺。嫣儿，少爷，您快救救小姐吧，她快不行了。这是魔气，魔物之毒已侵入伤口，正欲入体攻心。苏南辰伸手想去触碰，却被凌轩一把拦住。想死不成？此魔气霸道无比，凡人之躯触之即燃，后果不堪设想。那该如何是好？京城最好的大夫可能解此毒。寻常药师王笑，此非人间之毒，乃是魔域之气。天下间能解此毒的，唯有镇魔司秘制的破魔丹。镇魔司，我立刻派人去求。恐怕你跪死在镇魔司门口，那也求不到啊。破魔丹乃镇魔司至宝，10年也就炼出了13颗，极其珍贵，都是给1品武者保命用的。更何况如今镇魔司的副统领是周家次子周清风。苏南辰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周清风当年因一桩旧案与他结下深仇，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去向他求药，不仅求不到，恐怕还会招来无尽的羞辱和刁难。救还是不救？哎呀，好歹是我的金主，这要是嗝屁了，我的长期饭票就没了。要是救了他，我7天都会很虚弱，一个3岁孩童都能轻易杀了我，万一侯府的老千婆再搞事儿怎么办？我可不想跟着大小姐一起死，我只是一个打工的牛马，性命攸关的事情我可不干。他说什么？魔气他能驱除？倒霉世子这是什么眼神儿？看得我心里发怵。他该不会知道我可以救大小姐却见死不救吧？不行，死都不能承认。别看我了，再看撞你长针眼。哎呀，非要我救也不是不行，就看倒霉世子愿意给多少钱了。少了，宁愿日后被雷劈也不救。林兄，多谢告知，我这就让人去发布悬赏，只要有人能救小妹一命，真金、黄金100两。黄金100两？我靠，100两黄金，那岂不是1000两银子？脆皮7天算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使我变奥特曼。别说脆皮，就是当场去世再复活都值了。
金主爸爸，我来了。主子，奴婢能试试吗？你，就凭你一个小丫鬟，你可知什么是魔气？这不是寻常病症。主子，我的规矩是先给钱，后治病，治不好再退钱。众人无语，春桃都忘了哭了，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这疯丫头是有什么大病吗？小姐都这样了，还一门心思的想要捞一笔钱，还敢如此理直气壮的找世子要钱，不要命了吗？放心，我真的能治，而且很快。嘿嘿，有了这1000两，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包括脆皮期。他只是伸出右手，轻轻地覆盖在苏宁烟那道可怖的伤口上方，掌心与伤口保持着1寸的距离。然后在众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竟争先恐后地从伤口中被剥离出来。前后不过10个呼吸的功夫，伤口上盘踞的黑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本发黑的皮肉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了正常的颜色。最后伤口消失，手臂上肌肤滑嫩如雪，仿佛从未有过伤口。真魔司视为心腹大患，需要动用至宝破魔丹才能勉强化解的魔气，就这么被解决了，跟喝水一样的简单。怪我还以为魔气有多厉害，完全都没怎么使用灵气就进化了，跟那个蜥蜴怪一样垃圾，让我白白担心一场，这下纯赚100两黄金。今天果真是个好日子，连乌鸦的叫声都这么悦耳动听。魔气已经完全去除，过半个时辰，大小姐就能醒来。这位姑娘，你这手神乎其神的本事，可还有什么限制吗？限制？什么限制？就是刚才那样的，是只能解决这种小伤口，还是1天只能治疗1次？只要钱到位，别说区魔气，就是人死了，我都能让他从棺材里爬出来，给你跳段舞。切，起死回生做不到，但使用傀儡术让死尸变成一具听话的傀儡，别说跳舞，让他给你唱一出《霸王别姬》都行。反正你们这些凡人也看不出什么门道，只管付钱就行。这等秘术不是什么秘密，上界都用来祭奠已死之人，保存尸首之法罢了。苏南辰内心大惊，虽然只是傀儡之术，也会让全国有权有势的人趋之若鹜啊！这丫头越发神秘了。大人，镇魔司的人到了，已经在勘察现场了。来得好，来得正好。姑娘，你既有这种本事，这天大的机缘就在眼前呢，你快随我出去。林大人，你这是何意？我这丫鬟虽有些奇特本事，却不是给你京兆府拿去邀功的物件，别白白断送了你我多年的同窗情谊。哎呀，苏兄误会了，你我多年同窗，我岂会害他？你有所不知啊，我京兆府与镇魔苏素来是水火不容，他们那群人心高气傲，视我等凡俗官吏如蝼蚁，平日里公文往来，处处刁难，不知受了多少嫌弃。若是这位姑娘能出手相助，治好镇魔司那位，那我们京兆府的日子可就好过太多了。这不仅是我的私事，更是朝廷的颜面呢。谁不知道名义上镇魔司是直属皇帝，实际上是皇帝胞弟并肩王的麾下，实际上权力比皇帝还要高一些。若不能缓和关系，两股势力越演越烈。更何况当年周家的案子，你们刑部证据确凿，人证物证皆在，依法办案呢。周清风却觉得你们贪赃枉法，诬陷好人，一直咬着你不放。这个死结你不想打开吗？更何况镇魔司的权力很大，若非周清风为人正直，不屑于玩手段，你觉得你们镇国公府还能存活到现在？
咦，他们说的可是5年前周家的案子？咦，他们说的可是5年前周家的案子？我记得倒霉世子秉公处理的极好，只是周家是五皇子的前代，动了人家的钱，自然不会让苏南辰好过。更何况皇帝说过，哪个皇子拿下苏家，就封为太子。五皇子可不就卯足劲的使坏，他买通周清风身边不少人，灌输苏南辰贪赃枉法，故意陷害周家之类的话。还好周清风有自己的原则，没有对镇国公府动手。但这么多年派人暗中盯着苏南辰，就是想抓机会，一心想要搞死苏南辰，却从未怀疑那些人的坏半分。一根筋的男人就是轴，也不想想倒霉世子真的贪赃枉法，怎么会盯了5年都没找出什么罪证？不过黎轩说的倒不错，若是改善和镇魔司的关系，对镇国公府还是有帮助的。毕竟镇魔司说话分量重，至少被老皇帝判抄家流放的时候，还是有人帮忙说话。镇魔司不是有破魔丹吗？为何不给王爷用？王爷在3年前在东海斩杀千年海魔，被魔核本源之气侵体，无法破魔丹治愈，只能压制魔气扩散。据说这3年，王爷每年都要服下了1枚破魔丹保命，只是渐渐没效了，如今只能靠自身修为强行的压制，日夜受魔气噬心之苦。太医就断言，他只剩不足1年的寿元了。此事关系重大，苏家不敢强求，救与不救，全凭你自行定夺。镇魔司首领1品王爷，我靠，这可是超级 VIP 客户啊！这要是救了，得给多少钱？1000两黄金是不是有点少了？怎么的也得翻个倍吧？不，得10倍！有了这笔钱，糖糖应该能醒过来了吧？1万两黄金，我的规矩，你们懂的。1万两黄金，那是什么概念？足以买下半条京城最繁华的大街。好，只要姑娘能救王爷，1万两黄金，我林轩出了。不是吧？林轩是最近几年难得的清官，两袖清风，他这样轻易答应，我怎么这样不信呢？别是开了空头支票，到时候我还得日日上门讨债，那可就不好看了。走，我们这就去见镇魔司的人，他们就在外面勘察现场，正好让他们见识见识姑娘的神通。林大人，我的规矩是先给钱后医治，你这样岂不是在诓骗我一个小丫头？见不到钱，我可不会出手的。放心啊，一定不会少你1分钱。下官林轩见过周清风周大人。哟，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就是那个1根筋的镇魔司副统领周清风，长得倒是人模狗样，就是脑子不太好使。哟，这不是我们镇国公府的世子爷吗？听说受害者是令妹，天道好轮回，这算不算是报应啊？周大人言重了，家妹在此处受了惊吓，我身为兄长，前来查看，理所应当。探望？我怎么瞧着苏世子对这案子本身比对令妹的伤势更上心呢？莫不是又想从中捞什么好处，好为你那日渐式微的镇国公府再添几分功绩？这嘴也忒毒了点儿，难怪五皇子在他身上下足了功夫，咬人是真疼。可惜呀，被人当枪使了这么多年，还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呢。镇国公府抄家流放，他还得意一阵子，后来得知真相，被人有心算计利用，悔不当初。苏南辰的尸骨还是他亲自收敛的，想给镇国公府报仇，但个性太过耿直，最后被五皇子设计毒死，也是个炮灰。苏南辰心里翻腾，一双墨瞳看着周清风，一言不发。
他没想到自己的尸骨会是周清风收敛的，更没想到他会给自己报仇，最后被毒杀的下场。他对周清风的厌恶和反感瞬间消散，这般沉得住气的反应，反倒让周清风准备好的一肚子嘲讽之词堵在了喉咙里，有些上不去下不来。他狐疑地眯了眯眼，总觉得今日的苏南辰与往日有些不同。以前的他总要与自己争吵几句，今日却一言不发，很有问题。大人，在后山发现一处山洞，里面有上百具尸首。集合，前往后山。周大人，留步！林大人，你要妨碍我们镇魔司办案？不，下官不敢。周大人，我给你引荐一位奇人，这位陆姑娘能解魔气，或许能解王爷身上之危呀。此言一出，全场俱静。苏南辰，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丫头是你们镇国公府的暗卫，现在是侯府夫人的贴身婢女，你这是什么意思？收买一个京兆府的蠢货还不够，如今竟想往我的镇魔司里安插你的人，手也伸得未免也太长了些吧？你好大的胆子！魔气岂是能随便解的？用这种谎话来消遣王爷，消遣我镇魔司，你有几个脑袋可以砍呢？苏世子，这次看着老镇国公的面上，我放过你，若是还有下次，别怪我先斩后奏。我们走。完了，得罪周清风这个周的，以后我可没好日子过了，我命休矣。莫影，属下在。去，将我名下铺子和田产连夜变卖，用最快的速度凑足1万两黄金。倒霉世子，这是打算凑钱给我救人？主子，作为你的下属，你可以直接命令，为何还给枕巾？哼，这个滚犊子的还知道自己的身份，张口就要1万两黄金，和抢劫有什么区别？倒霉世子若真敢理所应当的下达命令，我不介意让他知道花儿为何这样红。你只是我们镇国公府的暗卫，并非大夫。你若能治，给枕巾不是应该的吗？还算你是个有良心的好主子，难怪原神对你死心塌地的。既然这样，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打个折吧。还能打折？我果然是个好主子。既然如此，枕巾就算便宜点吧，给9999两金吧。少1两金，还不如不打折。那可是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并肩王，若收费太低，有侮辱王爷之嫌。便宜1两金，既给了倒霉世子爷面子，又没让自己吃亏，刚刚好。我真是冰雪聪明，嘿嘿。莫影，去吧。哎呀，行了，作为你兄弟，帮你承担1半的枕巾，等每月领了俸禄之后，留下平日开销，剩下的全给你。你算算，我啥时候能还完？还不如不说。大舅舅，母亲醒了，她让你去一趟。大哥，你来了。宁言，你感觉如何？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我无事，只是受了一些惊吓。他的话音未落，一名镇魔司的成员便走了进来。苏世子，苏夫人，下官奉命前来询问一些当时的情况，还望夫人配合调查。好，大人请问。夫人，可否详细描述一下您最初是如何发现的怪物的？其实我并未发现异常，主持邀请我去禅房解签，以前也解过，所以我并不在意，就让我的贴身婢女和儿子去寺庙中逛逛，单独与住持进了禅房。之后我觉得一股香味袭来，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死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在这里了。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听我婢女所说。
我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你们是如何发现那个怪物的？我们没有发现，当时我和小少爷正跟着小和尚逛白马寺，事后才知道小姐遇袭。大人，我说的都是实话。是的，案发时候我和春桃姐姐正在参观白马寺，你们可以询问白马寺的小和尚。当时你在哪里？我就在跟春桃和小少爷背后，中途因为闹肚子去了茅厕。你们可看见是何人救下的苏夫人？春桃和薛彻下意识看向陆真真，并未主动提起。你可看见了？我从茅厕出来就找到小少爷了，自己逛了逛觉得无趣，就准备在禅房外等大小姐。我刚靠近禅房就闻见一股香味儿，我觉得大小姐有危险，就破门而入了。还好我进去的及时，那只蜥蜴怪正咬着大小姐的胳膊吸血呢，所以我情急之下杀了蜥蜴怪，救下了大小姐。你不信？好吧，是有个高人正巧路过救下了大小姐，然后离开了。至于那个人是谁，长什么样子，我吓得脑袋一片空白，啥都没记住，只知道是个女的。大人，你若是找到了那个天姿绝色、秀外慧中、慧心兰芝、绰约多姿、滴血聪明的大恩人，你一定要通知我，我要给他生猴子。说点真话还没人信了，算了，为了不必要的麻烦，瞎编呗，反正夸自己不要钱。一行人简单整理一下，便准备启程返回京城。倒霉世子和大小姐都长得挺好看，看来郑国公和郑国公夫人的基因不错呀，这样的长相适合下饭，秀色可餐。车厢的角落里忽然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轻响。老鼠，有老鼠！马车里怎么会有老鼠啊？住手！真真姐，大小姐才受了惊吓，见不得血乎乎的画面，不要轻易动刀子。这只老鼠交给我处理就行。大小姐莫怕，奴婢抓住它了，它伤不了你。你怎么跟来了？人，你太坏了！鼠给我好吃的，直接就跑了。鼠不管，你不给鼠吃，鼠就不走了。你不给，鼠半夜去咬他们的小拇指。鼠要好吃的，鼠要吃。这小家伙还真记仇，我急着去救大小姐，忘了给吃的，这就赖上我了。当初要不是他给的线索，我根本来不及救大小姐。算起来大小姐的命也算他救下的，也罢，答应他的事情还是要做到的，不然传出去，我这个御兽老祖颜面何存？他凭空拿出一颗丹药，直接塞进老鼠嘴里。这只老鼠是在跟陆真真对话，它真的是御兽师，真的可以和动物聊天。这么说来，这只老鼠也算是救了我一命。好吃，人，以后我就跟着你，只要你给好吃的，我可以帮你做事。好，以后就跟着我，但是平日里不许出来吓着人。娇娇软软的大小姐可不惊吓。知道了。既然这只老鼠愿意跟着我，以后探听消息、下毒阴人就不需要我亲自动手了。真真，把老鼠给我吧。老实点，别吓人。这只老鼠和我引缘，以后就养着吧。这件事就交给真真办了。是。哎呀，大小姐的心思可真多变呀，前脚害怕，后脚又觉得可爱了，难怪说女人心海底针。不过也好，算是让老鼠过了明路，否则以后还要遮遮掩掩的找借口。春桃瞬间觉得晴天霹雳，全身石化。小姐，这是老鼠，老鼠啊，为毛要养啊？突然马车一个急刹，伴随着车夫的一声惊呼，骤然停下。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想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哟，来了，老千婆找来的杀手伪装成山匪，想要杀了大小姐。不过这几身衣服看着挺像那么一回事的。瞧这帮人的架势，太阳穴高高鼓起，气息沉稳，基本上都是入五品的武者左右，
为首的还是个三品。薛老太婆为了除掉大小姐，可真舍得下本钱。你们待在车里别动。我乃镇国公府世子，尔等速速退去，尚可饶你们一命。镇国公府又如何？我要杀的就是你们镇国公府的人。话音未落，数名杀手便如饿狼扑食般冲了上来。苏南辰虽武艺不低，也堪堪进入2品，面对10几号人，甚至还有3品高手，根本应付不过来。正所谓双拳难敌4手，莫影又被他派去变卖家产，身边无人可用，瞬间便落入了下风。兄长！就在这时，几名杀手绕过苏南辰，眼中杀机毕露，如猎鹰般腾空而起，都纷纷踢向马车车厢。保护小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陆真真动了。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马车周围便躺下了一片尸体，形成了一个绝对的死亡禁区。哎呀，这倒霉世子快撑不住了！金钗的价格只说保护马车里的几人，可没说要附赠一个哥哥，更何况是苏南辰自己非要跟着一起去的，自己要找死，怎么办呢？当然是成全他喽，嘿嘿。50两，就像我兄长，将他们活捉送往京兆营。陆真真没想到会天降银子，手忙脚乱地将银子抓在手里，直接往怀里一塞，脚尖点地飞了出去。3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觉得脖间传来钝痛感，两眼一翻，直接晕过去了。主子，你骑不了马了，坐马车回去吧。让人送那3人去京兆尹府。苏南辰看见管家，赶紧吩咐道：是，来人，送他们去衙门，快，你快去请府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南辰，你不是说去京兆尹找同窗叙旧吗？为何会受伤啊？府医，他们到底如何了？老夫人放心，世子只是皮外伤，并无大碍。大小姐只是失血过多，又受到了惊吓，需要静心调养1月便可痊愈。苏南辰正要开口，却被人打断。兄长，正是镇国公府的2小姐苏宁熙，2公子苏南渊。大哥，我听说你受伤了，疼不疼？大姐，你有没有受伤啊？是呀，大哥，今天不是休沐吗？难道又遇到刺杀了？莫影去哪里了？为什么他没有保护你？无碍，都是小伤。我还以为薛老太演技已经够好了，没想到这个苏南渊不遑多让啊。陆真真的心声一出，所有能够听见他心声的人用3道审视的目光齐刷刷看向苏南渊。谁在说话？想要找到说话的人，但有人说2哥在演戏，为何2哥不生气？这白眼狼巴不得苏南辰被人暗杀一命呜呼，见人活着回来，瞧瞧满眼都是快要溢出来的杀意，只有傻白甜苏家人看不出来。如果苏南辰死了，他就能承袭世子之位了，这样整个镇国公府都是他的囊中之物。陆真真的心声到现在还未有过差错，2弟一直都很尊重自己这个大哥，为何想要弄死自己？经过之前的种种，他丝毫不怀疑陆真真的心声，定然2弟对自己产生了什么误会。胡说八道，我2哥，下一刻，苏宁烟和秦氏都快速用手伸手捂着他的嘴巴。母亲，大姐、2姐，你们怎么了？啊，没事，没事，他不小心咬到了舌头，你不用在意。2小姐一惊一乍的咋了？脑子不会真有什么大病，否则也不会掉进自家闺蜜和渣男设计好的圈套，最后镇国公府被抄家流放，自己又失了清白，羞愧难当后上吊自缢了。苏宁熙见被人诅咒全府抄家流放，还诅咒自己失了清白，最后上吊自缢，气得快要发疯了。别生气，
你刚才听见的是我贴身婢女陆真真的心声，不光是你，我、娘，还有大哥都能听见。你先别说话。虽然听见心声匪夷所思，但他这么平白无故冤枉二哥，还说我上吊自缢，简直是该死。谁不知道二哥是我们几个里最孝顺、最温和谦逊的，谁见了不夸我们郑国公府有这样一个好儿子。他预言的几件事都成真了，即便是他胡说，我们也不得不防。看母亲和大姐的样子都深信不疑，多说也是浪费口舌。他才不信世上有人拥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即便是那几个宗门的宗主也做不到。反正他不信二哥是这样的阴险小人。大哥，以后你身边还是多带点安慰吧，今天这样的事情最好不要再发生了，弟弟很担心你的。南渊，你有心了。苏南渊是懂怎么拿捏苏家人的，看着小嘴多甜。苏家人还不知道这苏南渊根本就不是什么镇国公府的亲儿子，是皇帝为了控制苏家，派人偷偷的将孩子调了个包。苏南渊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六皇子的身份，为了帮皇上除掉苏家，故意与头脑简单的四皇子萧景睿勾结在一起，正计划着如何给镇国公安上一个通敌卖国的罪名，比较顺理成章，然后又谋划怎么除掉其他几个皇子后自己当上太子。这番心声如同一道惊雷，在苏家四人脑子中炸响。大哥，你怎么了？是伤口又疼了吗？他听不见陆真真的心声。这个认知让苏家四人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也间接证明了他不是苏家的孩子。二哥他，大姐，这是不是假的？二哥怎么会是皇子呢？大姐，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秦氏更是晴天霹雳，自己疼爱长大的小儿子居然不是自己所生，那他的儿子呢？是被害死了吗？皇帝忌惮苏家就做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简直就是在挖他的心呢。二弟，听闻你下午要和景王世子一同游湖，大哥身体无碍，你要是去迟了，让景王世子不高兴。苏南渊感觉今天的气氛怪异得很，难道这一大家子有什么事情瞒着他？镇国公府有不少他的心腹，如果苏家人真有什么动作，他很快就会知道的。不过每天上演兄友弟恭，母慈子孝，真是恶心。正好他不想演了，借着苏南辰给了他的台阶，寒暄两句就跟众人告辞离开了。你们都下去吧。房间里只剩下苏家四人。这件事你们都说说吧。反正我不信，二哥怎么会是皇子呢？那么好的二哥哥，怎么可能不是苏家人？二哥待我们何等亲厚，待母亲何等孝顺，他怎么会是皇子？又怎么会包藏祸心？你们都被那个丫鬟骗了，她就是妖言惑众的妖女，不然我们怎么可能会听见她的心声？希儿，你冷静些。当初觉得你小，不想让你知道这些阿杂事，如今看来也应该让你知道了。什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何事？你姐夫是假死。什么？为什么呀？姐夫不是一直很爱大姐吗？当初我还开玩笑，日后要嫁给如同姐夫一样的良人。姐夫为什么要假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大姐，是不是哪里弄错了？他根本就不爱我，只是需要镇国公门楣和我的嫁妆。他假死脱身，就是为了和外室在一起，然后以侯府香火为礼，将外世子过继到我名下，成为嫡子，让我用嫁妆将他养大，之后承袭爵位。等孩子中状元，继承爵位那天，他和外室就会回到侯府，给我一杯毒酒。好可恶的宁远侯府！我还奇怪你怎么突然要收养2个孩子，
大姐，你告诉我渣男在哪儿，我要把他揪出来，这可是欺君之罪。不用去了，我已经将你姐夫真的长埋地下了，而且婆母为了谋夺我的嫁妆，让人给我下药，诬陷我和外男私会。你是说前几天闹得风风雨雨的那件事儿？可最后怎么是冯嬷嬷和三皇子啊？小妹，这些事情都是我听见陆真真的心声才躲过的。这次刺杀也是婆母派来的，若不是陆真真相救，你们今天看见的就是我和大哥的尸体。正因为他的心声都应验了，让我一次次逃离危险，所以姐姐是100%相信的。小妹，有些事情大哥不方便说，但秦真真的心声都应验了，不只是大妹的事情，你最好相信。怎么会这样？宁远侯府背后是三皇子，经过前几天的事情，他已经无缘那个位置了。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定然会对我们镇国公府报复。你们要小心些，嫣儿，特别是你，无论去哪里都要带着陆真真这丫头，她可以保护好你的。我知晓的，大哥。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他如今还活着吗？皇上，你好狠的心呐！你将我的孩儿换到何处去了？他如今是生是死啊！母亲，你要保重身体，切莫伤心过度。大哥，事已至此，我们接下来该当如何？当务之急是万万不可打草惊蛇。从此刻起，我们便当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暗中观察，静观其变，搜集证据。另外，我会暗中调查二弟的下落，希望他福大命大，还活着吧。小妹，你从小就跟苏南渊亲近，但这件事可大可小，千万不能露出丝毫马脚。大哥放心，这件事兹事体大，我心里有数。你们知道就好，一旦我们自乱阵脚，便是给了他和皇上可乘之机，届时整个镇国公府都将万劫不复。站住！什么人？门外响起了陆真真的声音。你是何人？世子，我是二少爷院里打扫院子的小厮，我只是路过，就被这位姐姐给抓住了，小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哟，听这话，感情是个绿茶呀！什么路过？就是得了苏南渊的命令，鬼鬼祟祟的偷听苏家人背着他说什么。傻白甜的苏家人多半是要将这个小厮放走了。方嬷嬷，是这样吗？奴婢也不知道，是真真丫头出生，老奴才看见她鬼鬼祟祟趴在窗边，然后就被真真丫头拿下了。哼，窥探主家轶事，吃里扒外的东西，是谁指使你的？方嬷嬷，报官！镇国公夫人威武啊！可惜这是皇室培养的死士，他是不会说的。小厮见眼前形势对主子不利，咬下后槽牙的毒药包，顷刻间毒液席卷全身，直接倒地死了。看吧，多忠心！晦气，赶紧让人处理掉。是。眼前这一幕吓坏了苏宁熙，他被苏家人保护得太好，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这人，他竟然是二弟院中的，定然与他有关。之前猜测的事情恐怕是真的，镇国公府并不是你所见的那样和谐，你以后长点心。大姐，明日是李家姐姐的生辰，你陪我一道去琳琅阁为她挑选件生辰礼可好？好。二小姐眼睛怎么红红的？不会是被吓到了吧？
果真是被苏家人保护得太好，简直就是一只小白兔，一点也不知道社会的险恶，难怪被人耍得团团转，最后惨死。琳琅阁内，雕梁画栋，异香扑鼻。大姐，你看这只步摇好漂亮啊，是不是很配李家姐姐？要不我们就买它吧。这只步摇，本小姐要了。是丞相府的嫡女魏若雨。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魏小姐，这只步摇是我看上的，就算你喜欢，也不能硬抢吧？你只是看上，并未付钱，那就不是你的。掌柜的，包起来。苏家被人时刻盯着，别冲动。既然魏小姐喜欢，便让于你吧。我们再看看其他的酒食。然而他想息事宁人，对方却不依不饶。苏宁熙转头看上一只赤金手镯，他刚一伸手拿起仔细观摩，魏若雨的手比他快，抓起镯子就递给一旁的掌柜。这只赤金镯子看着也不错，本小姐一并要了。你这姓魏的分明就是故意找茬。接下来无论苏宁熙的目光落在哪件首饰上，哪怕只是多停留了一瞬，魏若雨都会立刻扬声买下。魏若雨，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是跟屁虫吗？我们看什么你就抢什么？你是觉得自己没我们姐妹有眼光，还是犯了病在这发疯？如果有病，我可以大方点，给你出钱请郎中。你说不过我就说不过，指什么指？你呀，还是回家多练练，又菜又爱玩。苏宁熙，哟，只是这样就哭了？既然这么脆弱，就好好待在丞相府养老，不要出来丢人现眼。看俩小姑娘吵架还真有意思，如果有瓜子吃就更好了。别看这魏姑娘针对二小姐，其实是个心善的姑娘，就因为是丞相家的嫡女，只能成为夺嫡路上的炮灰。去年她不小心落入湖中，被人救起来后，一直想找救命恩人，被有心人误导，以为救她的是七皇子萧泽，从此一颗芳心错付，成了七皇子手里最听话的刀，专门用来跟苏宁熙打擂台。可惜呀，七皇子夺嫡惨败，为了讨好新贵，转头就把他赐婚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当天房，最后郁郁而终，惨哦！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救命恩人被七皇子冒领的时候就被杀害了，做了好事还丢了命，真是无妄之灾。听见陆真真的心声，苏宁言心中一凛，又是皇子。继二皇子、三皇子、四皇子、六皇子之后，七皇子也浮出了水面。老皇帝果真是好手段呐！抛出太子位这个诱饵，除掉苏家为目的，让皇子相互残杀。别说魏小姐了，自家二小姐也差不了多少。听信了七皇子萧泽的鬼话，说什么要娶她过门，今生今世一双人，之后就一门心扑在萧泽身上。拜托，醒醒吧，让你心动的那些事儿，他对着其他女人也做过，只不过做的时候是偷偷摸摸的。人家有心尖尖的人，怕他被欺负，就把二小姐放在明处当挡箭牌，还能让二小姐对他死心塌地的反过来帮他对付镇国公府。毕竟他也有争夺太子之位的野心。可二小姐没脑子，以为自己只是帮了七皇子一件小事儿，结果导致镇国公府全家抄家流放的下场，自己没脸见亲人，又被七皇子设计没了清白，一根白绫上吊自缢了。什么？我日后真的死这么惨？还以为泽哥哥全家抄家流放，自己自缢？不会的，一定是胡乱说的。泽哥哥怎么会针对我？魏若雨，你如此针对我，是因为七皇子吗？二小姐怎么突然聪明了，居然知道魏若雨和七皇子的关系？不过当众问出来，这么虎的吗？既然你知道了，我们就敞开天窗说亮话。泽哥哥喜欢的是我，说你对他死缠烂打，他一点都不喜欢你，
想着郑国公在边疆保卫大赵，说不出拒绝的话。我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你现在知道了，别不要脸缠着泽哥哥。我靠！七皇子自诩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瞒得死死的，没想到会阴沟里翻船吧？苏宁熙如遭雷击，浑身冰冷，煞白的嘴唇微微颤抖，口口声声说爱自己，会娶自己的泽哥哥。怎么会？泽哥哥怎么会说出我纠缠他的话？这妮子怎么不跟家里说呀？我言尽于此。苏二小姐，你好自为之。又一个恋爱脑，为一个渣男冲锋陷阵，相信男人的嘴，不如信母猪上树。俩炮灰就没必要互相伤害了吧？一个比一个死的难看。魏小姐，想必你是误会了。我家小妹早有婚约，若非七皇子来郑国公府求娶小妹，她早就议亲，明年就要出嫁了。我倒要问问魏小姐，七皇子何时跟你说的？既然七皇子不喜欢我们家小妹，为何要上门求娶？如此打我们郑国公府的脸，我倒要去七皇子府邸好好问上一问。没想到魏家小姐私下造谣七皇子，也不怕命嫌长。还以为是苏家二小姐死缠烂打，没有女德，没想到是魏家小姐胡说。听着周边的议论声，魏若雨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她的确拿不出证据，除了自己的贴身婢女，她都是和七皇子都是在无人的地方幽会。七皇子明明说他不爱苏宁熙，今生只爱我一人，他怎么可能会去郑国公府求娶？一定是苏宁言在说谎，一定是。哇哦，不愧是大小姐，说起谎来眼睛都不眨的，这战斗力，这气场。虽然这位魏小姐可恶，可也是被渣男欺骗，若不是七皇子需要丞相的扶持，才会冒认救命之恩，否则她压根瞧不上七皇子。大姐是给自己找回面子，否则我的名声就坏了。魏小姐，既然七皇子如此说，之前求娶的事情就做不得数。今后除了必要见面的场合外，我会见他绕道走。小恋爱脑这是清醒了。大姐，我们走。姐妹二人就这么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径直下了楼。西西，别哭了。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不值当，该断则断。不过也好，早点看清七皇子的真面目，总比日后后悔强。大姐，我不是为他伤心难过，只是我心里的这口气咽不下。这事儿还不是老皇帝闹的？郑国公功高盖主，手握80万大军，就因皇上忌惮，郑国公府连呼吸都是错，所以想了个损招，说哪个皇子拿下郑国公府，就让谁当太子。本来七皇子没那个心思，只想和心爱的人好好在一起，就因狗皇帝这个决定滋生出野心，才开始搞三搞四的。说起来，七皇子也是个能人，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只要是他接触过的女人，都会为他吃，为他狂，为他哐哐撞大墙。看着吧，魏小姐还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不少的小姐姐呢。苏宁熙听着听着，突然觉得不难过了。她可是郑国公嫡次女，怎么可能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伤心欲绝？二小姐的正缘应该快出现了，没了七皇子这个搅屎棍，应该可以在一起，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幸福一生。他的心声从未出错，你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以后对真真好一些。他喜欢银子。苏宁熙点点头，暗搓搓地偷瞄懒散的陆真真一眼。苏宁熙早已没了逛街的心思，直接回了郑国公府。真真，把这个给二小姐送去。明日是李家姐姐的生辰，不能失了礼数，让她拿这个当贺礼吧。小姐，
这是当年姑爷送你的定情信物，就这样送人了？什么定情信物，不过是他外室挑剩下来的而已。送出去了也好，免得我看着犯恶心。陆真真捧着锦盒，脚步轻快地走向二小姐的亲纸院。小姐，你可千万别犯傻呀！那魏若雨是什么人啊？丞相府的嫡女，骄纵跋扈，她的话怎么能信？她分明啊就是嫉妒您得了七皇子的青睐，故意说那些话来挑拨离间的。你想啊，七皇子是何等金尊玉贵之人，他若不是真心爱着你，何必屈尊降贵，屡次三番为你写诗传情？您看，这不，殿下又派人送信来了，您快瞧瞧吧。陆真真本向前的脚站住了，挑了挑眉，抱着锦盒靠在了门边，将里面的对话听得清楚。拿来，我看看。泽哥哥真的对我情根深重。苏宁熙看着信件，呢喃道：那是当然了，小姐莫要被那魏小姐诓骗了。这小恋爱脑不会是心软了吧？这春苗早就被七皇子买通了，每个月10两银子呢，专门监视二小姐的一举一动，充当那渣男的传声筒。只要二小姐对七皇子产生疑惑和质疑，它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这不是看二小姐打算和七皇子分道扬镳，赶紧把藏在身上许久的信拿出来，挽回二小姐的心意。这首相思令是他找人买的一首诗，就自己抄了一遍送了过来，而且批量生产，喜欢他的女人人手一份。魏若雨都收到过，天天晚上都要看一遍。七皇子这是要广撒网啊！二小姐要是信了，那真是脑袋里进水了，还是进了开水，把脑子都烫熟了。批量生产，广撒网。原来我苏宁熙在他萧泽眼中不过是众多可以随意糊弄的女子之一，而我这个贴身丫鬟竟然是别人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哼，真该死，明知道萧泽不安好心，还这样容易的被耍得团团转。来人，把春苗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拿下。二小姐，您这是做什么？奴婢一心为您，您怎么能听信小人谗言，冤枉奴婢？好得很。七皇子算个屁呀，这些人站队都不会。算了，指望这些墙头草，黄花菜都凉了，还是得我亲自出马。你想干什么？话音未落，陆真真抬脚便是一踹，正中春苗的膝盖窝。春苗惨叫一声，双腿一软，不受控制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等他反应过来，一道凌厉的掌风呼啸而至，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春苗的脸上。你敢打我？我是七皇子的人。打你又如何？你以为扯上七皇子就没人敢动你？别忘了你的卖身契还在苏家，苏家容不下吃里扒外的狗。你们心里清楚，卖身契在谁手里，谁才是你们的主人。赶紧将这个狗卖到青楼，卖身钱可得拿回来给二小姐，知道了吗？知道了。几个二等丫鬟哪里还敢违抗命令，赶紧上前将春苗拖走，生怕晚了一步就被二小姐处理了。难怪大姐喜欢这丫鬟，有眼力劲儿，武力值也不错，是我也喜欢。二小姐，这是大小姐为您明日李家小姐的生辰特意挑选的贺礼，替我谢谢大姐。苏宁熙想起大姐说这丫头喜欢银钱，她从抽屉的木匣里取出10两银子，递给陆真真。赏你的。没想到过来送个东西就能拿10两银子。二小姐虽然人傻，但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我定然不会让她惨死的。难道这就是大姐说的被人护着的感觉？满满的安全感，我日后定给这个丫鬟很多很多的小钱钱。多谢二小姐赏赐。她转身便走，毫不拖泥带水。大小姐，东西送到了，二小姐很喜欢。辛苦了，回去歇着吧，这里有春桃伺候就行了。是。
他将获得的银子全部倒在床上，银光闪闪的壳子滚了一片，赏心悦目。我们家团团今晚能吃顿饱的了。他素手一挥，将团团从空间里放出来。团团，该起来吃饭了，醒醒，吃银子喽。就在这时，陆真真怀里探出了一个灰扑扑的小脑袋，正是在白马寺跟着他的小老鼠。这是什么动物啊？长得像猫，但是又没有猫味儿。它能抓老鼠吗？人说好的好吃的呢？东西藏到哪里去了？人的身上怎么都是好闻的味道？想吃好吃的？想吃。将这些银子喂给他吃，就能得到好吃的。老鼠看着闭眼张嘴的团团，觉得这活也不是不能干。想好后，对着陆真真点点头。陆真真将银子丢给老鼠后，直接躺在团团身边。老鼠哼哧哼地推着银子往前，费了老大劲才将所有银子都给塞到团团嘴里。就在他累趴下准备休息时，眼前突然一黑，四周还有湿哒哒的液体。我不会被这猫不猫的玩意儿给吃了吧？原来是团团觉得嘴里东西不好吃，就将其吐了出来。毕竟他只喜欢吃金银之物。鼠不能被饿死，得去看看哪里有吃的。小姐，夜深了，喝了这杯茶，早些安歇吧。就在他的唇即将触碰到杯沿的那一刻，一道灰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上桌案，紧接着朝着他的方向撞过来。一声脆响，青瓷茶盏被一股力量猛地撞翻。老鼠！你是白马寺那只救过我的老鼠吗？就是我让真真养的那只。听见这话，春桃觉得自家小姐疯了。老鼠怎么可能听得懂人类的话？老鼠的小脑袋小鸡啄米似的对着他连连点头。这一幕让主仆两人看得连连称奇。老鼠还真的能听懂人类的话，小姐疯了，这老鼠也疯了，居然能一问一答。你撞掉茶水，是不是因为这茶有问题？那灰鼠绿豆大的眼睛直勾勾看着苏宁烟，重重的点了点头，用两只前爪比划着。毒！有人在小姐的安神茶里下了剧毒，在镇国公府里居然有人敢给大小姐下毒。房间里只有我和小姐，茶还是我给小姐的。若小姐真的被毒死了，我就是完美的背锅人啊！完全闻不出来，下毒的人够谨慎的。巡抚一来。春桃领命之后急匆匆离开房间。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你知道茶里被人下了毒，是不是也看见是谁下的毒？老鼠点点头。是谁？我带你去。可惜苏宁烟不是陆真真，听不懂老鼠的话。老鼠着急地用前爪指指门外。苏宁烟瞬间看懂了。你带我去找那人。老鼠点点头。好，等溥仪确认是什么毒，你再带我去，如何？老鼠听见要等一会儿，直接安静坐在桌面上。我饿了，想吃好吃的。喏，吃吧。小姐，溥仪来了。梁溥仪，检查一下这茶水。这哪里是普通的老鼠，这分明是上天派来守护小姐的福星，不但救了小姐，还救了我。以后谁再说老鼠是祸害，我一定跟对方结。怎么样？是什么毒？茶水里那股淡淡的药草香中，果然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极为诡异的甜腥气，是千机眼，是一种能让人在睡梦之中悄无声息死去的剧毒，无色无味，死后也查不出任何问题，唯有与特定的安神药草混合，才会散发出这一丝极其隐晦的气息。若嗅觉不灵敏，又是没学过医，
完全察觉不出。大小姐果真身怀大气运，一般人可躲不开这场死劫呀。这幕后之人好狠的心，好毒的气。我知道了，春桃，送梁府医。春桃给梁府医塞了5两银子，将他送出了院子后，又折返回屋子。人，跟我走。随即他转身一跃，轻巧地从桌案上跳到地面。他没有立刻跑远，而是跑到门边，停下脚步，回头望向苏宁烟主仆2人。啊，跟上我去抓人。走。苏宁烟声音清冷，没有半分迟疑。他要看看是哪位牛鬼蛇神对自己下毒手。小姐，要不要叫上陆真真？如果那个人会武功，还有同伙，就我们主仆去抓人，简直就是找死啊！去叫他一起，带钱去。啊，醒醒，小姐找你有事。床上的人半点没有醒来的意思。春桃无奈叹口气。小姐找你办事，20两银子，办不办？不办我走了。听见20两银子，躺在床上的陆真真如同窜天猴，直接弹跳起身。大小姐吩咐的事情，奴婢粉身碎骨的会办妥。瞧你没出息的样子。春桃没好气地把20两银子递给陆真真道：赶紧的，小姐还等着呢。大小姐这么着急，办什么大事？陆真真正在心里嘀咕时，看见苏宁烟脚边的老鼠，不由得皱皱眉。这小东西乱跑什么？吓到娇娇软软的大小姐怎么办？我的茶水里被人下了毒，是他救了我，现在要带我们去抓人。我就顺了一小会儿，就有人敢给大小姐下毒？这镇国公府是筛子吧？怎么到处漏水？是该好好清理清理府中的蛀虫了。抓到那个天杀的凶手，千刀万剐。这是苏南渊的院子，下药之人居然是苏南渊的人。下药的人竟然是苏南渊的人？不对啊，时机不对啊。现在镇国公正在跟北荒干仗，这个时候绝不是与镇国公府决裂的时候，不然镇国公撩挑子，谁敢去跟北荒打？苏南渊又不蠢，绝不会做出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难道说有人买通了他身边的人？这就有意思了。不过陆真真分析的对，现在形势不明朗，他没必要惹上一身骚。幕后之人不是苏南渊。就在此时，院门吱呀一声从内打开。大姐，这么晚了，你怎么会来？可是有什么要紧事寻我？夜里有些心绪不宁，便出来走走，顺便给你送点安神茶。大姐不会叨扰你休息吧？你是我尊敬的大姐，随时来都不打紧，何谈打扰？大姐，进屋坐坐。装得真像，刚才明明是准备进宫见皇上，院中打扫的下人突然被苏南辰弄死了，害怕苏家察觉到什么，慌了神，想要进宫问问皇上下一步怎么办。进宫的马车还在后门停着呢，谁知道中途被大小姐拦下了，看着面上云淡风轻，实际上焦急地想找理由要打发大小姐离开。一直安静待在阴暗处的老鼠迈着小短腿，嗖的一下窜了出去。目标不是苏南渊，而是他身后那位一直低眉顺眼的贴身小厮。人就是他，是他下的毒，鼠没认错，他身上还有味道呢。苏宁烟看向小厮，下毒之人竟是苏南渊的贴身小厮清风。哪里来的孽畜？清风，还不快将他赶走？大姐最怕的就是老鼠。老鼠听见这话，一溜烟跑进一旁的草丛不见了。二弟，一只老鼠而已，不碍事。大姐今日煮了安神茶，就给你带了一些。他拿出茶碗递给苏南渊，乖乖喝了，早些睡。苏南渊想着快些打发苏宁烟，想也没想就接过茶杯准备喝。身后的清风着急地向前一推，
苏南渊没拿稳茶碗，直接掉在地上打碎了。少爷饶命，小的只是狡猾，真不是故意的，请少爷大小姐饶命啊！算了，不过一杯茶，罚50两银子以示惩戒便好。清风暗暗松口气，从怀里双手奉上50两银子。一个下人轻轻松松拿出50两，真有钱。苏南渊敢喝安神茶，也就是说他并不知道今夜毒杀的事，但是他身边的贴身小厮行径很是可疑，应该是有人买通了下的毒。这个叫清风的小厮，一双手上却全是常年练剑的脖茧，太阳穴微微鼓起，武功不低呀。不出意外，应该是老皇帝的暗卫给了苏南渊，实则还是效忠老皇帝。如此看来，这个清风除了保护，还在监视苏南渊。毕竟太子之位要留给他心爱之人所生的儿子，这些皇子都是炮灰，被人买通也在情理之中，谁还和银子过不去呢？算起来，也就大皇子、五皇子，还有八皇子没有冒头了。也不知道这3人之中，谁才是皇帝心里的太子人选。虽然给我下毒的事情并不是二弟的命令，可他的心腹敢下手，也侧面说明他的确有除掉郑国公府的想法。现在还不是跟苏南渊撕破脸的时候。瞧我这记性，竟忘了娘亲方才还遣人来寻我，说是要让彻儿上族学的事情。二弟，我便先告辞了。说罢，他也不等苏南渊回应，带着2个丫鬟转身就走。苏南渊站在原地，望着苏宁烟离去的背影，温润的笑容缓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深沉的探究的冷光。躲藏在草丛里的老鼠不解地歪了歪小脑袋，人就在这儿，为什么不抓？这是在玩鼠。人为什么不抓？现在还不是抓他的好时候，知道是谁就行。做坏事就抓，你们人类太狡猾了，还是我们叔叔好。他们应该是准备出门了，你跟上去看看，离远一些，别被他们发现。春桃颔首领命走了。大小姐这是怀疑苏南渊了，塑料姐弟情啊。不过也好，有所防备，至少不会莫名其妙被全家抄家灭族。苏宁烟带着陆真真朝着世子苏南辰的院子而去。刚到院门，春桃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满眼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家小姐。奴婢远远看见二少爷从后面出了府，门口有一辆低奢的马车，接人的是宫里来的太监。苏宁烟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苏南渊果真是个白眼狼，虽不是亲生，可这么多年相处和疼爱并非作假。但是在他心里，这些事情居然都不能和太子之位相提并论。大小姐让春桃盯着苏南渊，难道发现苏南渊不是自己的亲弟弟了？不对呀，虽然亲弟弟还活着，可现在只是一个沿街祈祷的臭乞丐，蓬头垢面，瘦骨嶙峋，谁也看不清相貌，谁会知道是郑国公府的小公子？更何况前些天太饿，偷了一个肉包子，被人打断了一条腿，若再得不到医治，以后就是个瘸子了。大小姐是什么时候开始防备苏南渊的？苏宁烟得知自己亲弟弟还活着，浑身激动的颤抖，后面又听见他的遭遇，心疼的眼睛都红了。人，他好像不开心。你们老鼠不懂，人就是这么多愁善感，无病呻吟的。自己丈夫假死，婆母逼她养外甥子，又想死了她独占嫁妆，再强悍的人也有害怕迷茫无助的时候，更何况大小姐本是府中娇养长大的，哭很正常好吧？只可惜我是修的道是随心所欲，苏家人的命数早就注定，也不愿意沾染因果，顺其自然。当然银货两讫的事儿就不会沾染因果。
苏宁燕眼中暗淡下去，又亮了起来。原来陆真真作为修仙者，只能作为旁观者，看着苏家走向阴定的结局。但似乎他的新生出现之后，很多走向都不一样了。难道这就是上天不让陆真真知道他新生泄露的原因？这么说来，我们镇国公府的结局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不沾染因果，多给一点钱，就能让陆真真帮忙改变命运。对，一定是这样。妍儿，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我听母亲说，明日是李家小姐的生辰，该早早歇息，熬夜会变丑的。你们在院里等我。你有事跟我说。大哥，今夜有人想毒杀我。怎么回事？梁府已经确认过了，毒是千机饮，无色无味，见血封喉，就算死后仵作也查验不出来。经过查探，已经知道下毒之人是苏南渊身边的贴身小厮清风。苏南渊下的令？我试探过，苏南渊似乎并不知情，但那个清风小厮故作狡猾，阻止他饮下我送去的安神茶。一个下人敢在国公府对狄小姐下此毒手，背后若无人指使，我绝不相信。对我们镇国公府虎视眈眈的也就那几个人，想要快速瓦解苏家，毒杀的目标应该是大哥才对，但这人却对我动了手，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幕后之人是我婆母。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林兄说今日抓的3名杀手死活不松口，明日我去看看。不出意外，幕后之人也是薛老夫人。只要他们松了口，我会让林兄去宁远侯府拿人。我刚让川桃跟去查探，亲眼看见苏南渊深夜乘车，由宫里的太监接引，入了宫。看来陆真真说对了，他的身份真是皇子。大哥切勿为了一个白眼狼伤心，况且我们的亲弟弟还活着，我们得尽快找到他才行。你说什么？我们弟弟还活着？陆真真的心声不会有假。陆真真说，他现在只是一个沿街乞讨、人人嫌弃的臭乞丐。就在几天前，他因为偷了一个包子，被人打断了右腿。大哥，若再不找到他，时间久了，他以后就会是个瘸子了。镇国公府的嫡公子，我异母同胞的亲弟弟，竟然沦落到与野狗抢食，甚至被人打断腿的地步。告皇帝，岂有此理！皇家欺人太甚。嫣儿，你放心，大哥就是掘地3尺，今明2天也要把他找回来。至于那些伤了他的人，我日后定会让他们付出1000倍、100倍的代价。如今苏南渊还是2弟的身份，不一丝破脸。若是能寻回亲弟，你得好好安置，切勿鲁莽行事。大哥知晓。夜深了，你安心回去歇着，明天还要去李家赴约，其他的事交给我。苏宁烟点了点头，带着满腹的心事转身离开了书房。大小姐出来了，这是聊完了？看大小姐这眼睛红红的，这是哭过了？在家里人被人投毒，大小姐害怕也是正常的。苏宁烟拿出清风上缴的50两银子递给陆真真。大小姐为什么无缘无故给我钱？拿着。谁还能和银子过不去？我要知道今夜下毒幕后之人是谁。不惊动苏南渊的情况下，我要清风死。大小姐真上道，这点小事就有50两报酬，不愧是侯府主母，出手就是大方。
是。陆真真低头领命，眨眼的功夫，整个人就消失在苏宁烟两人面前。皇城深宫寂静得如同一座巨大的坟墓。陆真真的身影如鬼魅，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御书房外的重重暗影之中。他侧耳倾听，殿内传出苍老而疲惫的声音，正是老皇帝。别说老皇帝，就是我也瞧不上苏南渊，屁大点事就要来找爹，是蠢还是在老皇帝面前刷存在感？南渊，计划进行的可算顺利，搬到镇国公府，你可有把握？回父皇，儿臣与苏南辰兄弟多年，对他心性了如指掌。他生性多疑，却又重情，只要镇国公拿下北荒，届时便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时机。好，你做得很好。只是父皇给我安排的暗卫今日被杀，听其他暗卫说是他偷听苏南辰秘密谈话，被抓了个现行，咬毒哑死了。父皇，你说苏南辰会不会发现了什么？以他的性子，发现什么端倪定然会追查。既然他没有动作，那就没有发现。你在苏家万事小心，等苏家垮台，你就是太子。谢父皇。真是母慈子孝的场面啊！如果这老六知道皇帝让其他皇子当太子，还笑不笑得出来？老皇帝身体也撑不到5年了，为了自己心爱的儿子，满脑子都是算计其他的儿子。都说虎毒不食子呢，这畜生根本就没心。陆真真听了个大概，觉得无趣，目光一转，锁定了殿外廊柱下那个正等待自己主子的身影。清风身形一晃，已至他身后。清风只觉后颈一凉，一股无法抗拒的大力袭来，眼前一黑，连惊呼都未曾发出，整个人便被拖入了旁边假山的阴影里。他回过神，才发现自己四肢被绑，靠在假山的一块冰冷的石头上。怎么回事？他刚要开口，一柄泛着寒光的匕首已抵住他的喉咙。是苏宁烟身边的贴身丫鬟，好像叫什么真真的。我可是3品武者，一个丫鬟居然能无声无息地将我打晕，无人看见的情况之下，帮我掳到了这个地方，不简单呐！这么重要的情报，为何六殿下不知道？你是武者？说吧，是谁指使你毒杀我家大小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哟，还是块硬骨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哼，你太天真了，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没办法了？本仙子有的是方法知道。话音未落，一只素白的手掌却快如闪电，轻轻按在了清风的天灵盖上。这是……清风跟在皇帝身边这么久，见多识广，陆真真使用的方法他是见过的，也畏惧这样的办法，没想到今日会用到自己的身上。不让他多想，感觉一股阴冷诡异的力量冲入脑海，让他整个思绪瞬间回笼。这一刻，他的意识被撕扯搅动，所有的记忆都如画卷般不受控制地在另一个人面前展开。让我看看。哦，是薛老钱婆身边的大丫鬟在杀手榜上找到了排名第25的杀手，赏金500两银子，暗杀大小姐。不是，身为六皇子身边的贴身侍卫，居然挂民间私活，老皇帝知道吗？为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选择了毒杀。如果是在平日里，我一定会放过你一马，毕竟大家都是爱钱的同道中人。可惜你暗杀的是大小姐，你可值50两啊！是御林军，我有救了！响声很快引起了御林军的注意。何人在此？出来！你以为我没瞧见你丢石子出去？我是让你故意引他们来的。你和六皇子进宫，宫里就出现了行刺。你觉得皇帝会这么想？会不会觉得是六皇子的手笔？也许他们父子情深，不会怀疑，
但背锅的人又会是谁呢？他说完不慌不忙，掌心凭空出现一个灰面具，当着清风的面缓缓将其戴在脸上。想让他们救你，但阎王说今晚你必须死。拿下！不过时隙之间，方才还气势汹汹的一队御林军已尽数躺在地上死了。这个女人至少是个1品武者，这个女人年纪轻轻的就能到达这种地步，我败得不远。现在你可以安心上路了。看似轻飘飘的一掌打在清风的胸口，搞定，再收个尾，50两银子就到手了。身形一纵，便消失在假山的阴影里，朝着宫外宁远侯府的方向掠去。清风，清风，你到哪儿去了？好嘛好嘛，人都死了。陆真真隐匿于暗影之中，一个翻身出了皇宫。宁远侯府深处的一间厢房内死寂无声。薛老夫人的大丫鬟翠竹在睡梦中不安地蹙起了眉头。血，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血？她僵硬地转过头，昏暗的光线下，一个男人的侧脸映入眼帘，双目圆睁，面色清白，早已没了声息。而他的胸口正正插着一柄匕首，那匕首的样式他再熟悉不过，是老夫人赏给他防身用的。浓郁的血腥气扑面而来，刺激着他的每一根神经。少爷不好了！经赵府尹的林大人带着官差来府上了，说要见您。京兆尹林轩，他来做什么？难道和昨晚失踪的清风有关？二弟，你来了。林大人说有一件命案需要你帮忙。到底发生什么了？怎么会牵扯到命案？命案？死的是何人？与我有关？敢问二少，您身边是否有一位名叫清风的贴身小厮？我身边的确有一个叫清风的贴身小厮。林大人询问他，莫非他犯了什么事？他死了。什么？死了？清风怎么会死？他可是3品武者呀！没想到真真这丫头手脚如此利索，我以为听到清风的死讯还要等几天呢。死在哪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晨是宁远侯府报的官，尸体是在薛老夫人身边大丫鬟翠竹的床上发现的。宁远侯府？别说苏南渊了，苏家4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再一次询问林轩。清风是个武痴，贪点小财，对女人不感兴趣，怎么会死在女人的床上？还是宁远侯府老夫人的大丫鬟的床上？一定是有人针对我设的局，一定是这样。嘿嘿，这件事是我做的，不用谢。谁让你老不死的让翠竹买凶杀手？谁成想清风为了赚快钱，就接了刺杀大小姐的活，想着自己就在郑国公府，下手的机会不要太多，然后就有了后来下毒的事儿。大小姐给了50两解决清风，只是杀了他怎么能够？恶心老钱婆才是最重要。只要林轩往死里查，定然会牵扯到老钱婆身上，即便最后找个替死鬼，也得让宁远侯府脱层皮。秦氏母女3人听着这心声，瞬间明白了前因后果，心里不约而同地暗骂一句：薛老太婆这是一点人事都不干。二少，清风既是您的贴身小厮，本官有几个问题需要询问。林大人请讲。清风昨日离府，可曾与您说过要去何处所办何事？并未。昨夜我出府见了一个朋友，他就在门口等着，等我出来他就不见踪影，至今未回。若不是林大人前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死了，还死在宁远侯府。那他平日里可有与人结怨，尤其是宁远侯府的人？绝无可能。清风性子沉稳，
从不与人交恶，更与宁远侯府毫无瓜葛。那是你不知道，他为了500两银子，连主子都敢卖。二少应该不知清风之死的内情，但一定是隐瞒了什么。最后一个问题，清风最近的言行举止可有异常？并无异常。好，多谢二少配合。清风的事牵扯镇国公府和宁远侯府，本官定会好好详查，给两府一个交代。就此告辞。渊儿，这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林大人不在，你给娘说实话，清风是不是你？二弟，昨晚我给你做安神茶的时候，清风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你们昨天到底去哪里了？二哥，你说话呀，急死个人了。母亲、大姐、小妹，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我想起来有要事去办，立刻必须出府一趟。话音未落，他便已转身，脚步踉跄却又飞快地朝着府外冲去。二哥，这么火急火燎的，是去哪儿？当然是进宫了。清风这个3品高手被杀，肯定是要给大老板汇报情况的。不告诉，怎么能从皇帝手里要个高手？毕竟整天都提心吊胆的，怕被苏家人知道，还随时丢了小命，不得找个武功好的贴身保护自己。昨夜御书房外死的那10几个御林军，算是给皇帝一个警告，想杀他易如反掌。可惜啊，就算派什么人查，给10年都不会查到我头上。就怕那老小子不做人，借着这个理由治倒霉世子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稍有不慎就会牵扯镇国公府，到时候再去杀一波，顺便给老皇帝剃个眉毛，让他一天到晚嘚瑟，最后找个皇子背锅，完美。好啦，你们姐妹快去收拾一下，太傅府嫡女的生辰宴可不能迟到。是母亲。大姐，你说那宁远侯府的老夫人胆子也太大了吧，光天化日之下就敢买凶杀人。她不是胆子大，而是她觉得我们苏家好欺负。没错没错，老千婆就是这样想的。大小姐进侯府后温和谦逊，心善大度，可不就觉得好欺负吗？若不是有真真相助，我都死了好几次了。对对对，我最厉害了。陆真真在一旁挺起小胸膛，满脸快夸我的表情。的确，有陆真真在，我们定能改变惨死的命运的。太傅府到了。不愧是我家大小姐，直接碾压在场所有人。看看那些夫人小姐，眼眶都嫉妒的红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得了什么传染红眼病呢。不少世家小姐三三两两的站在一起说说笑笑。大姐，太傅果真是爱花之人，养的牡丹太好看了，我们过去瞧瞧。花养的真好，可见太傅是个极其重文雅的人。哟，这不是镇国公府的苏家姐妹吗？苏宁烟循声望去，只见魏若雨正领着2位衣着华丽的少女，一脸假笑地走了过来。若雨姐姐，你瞧瞧苏二小姐，这几日不见，气色是越发的不好了，看来真是被人抛弃了吧？你们胡咧咧什么呢？魏若雨，你忘记了上次的教训了吗？苏二小姐生什么气呀？这可不是我们3个故意针对你。七皇子说你不要脸纠缠他，你做得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还怕我们说？七皇子到底给这些女人下了什么降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魏小姐比我们2小姐还没脑子，跑去追问七皇子为什么去镇国公府求娶，七皇子演戏就给哄过去了。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纠缠七皇子，你们凭什么造我谣？他气急败坏又尖锐的声音吸引了无数来太傅府做客的宾客目光，慢慢围了过来。我们胡说，苏二小姐，是七皇子亲口说的，他对你并无他意，更没有要去镇国公府求娶的意思。倒是你们苏家还敢造谣七皇子上门求娶，真是脸皮也太厚了些吧。就是，
也不瞧瞧自己长什么样，七皇子根本就看不上你。你们，魏若雨，你们血口喷人！本小姐一口唾沫一口钉，从不血口喷人，大家可都听着呢。七皇子仁厚，不好当面驳了你们苏家的面子，可私下里早就把这事儿当笑话讲了。周围的宾客闻言，看向苏家姐妹的眼神顿时变得微妙起来，窃窃私语声四起。魏小姐，七皇子殿下仁厚，想来不会在背后非议他人。倒是魏小姐你们将殿下私下之言四处宣扬，也不知是何居心。你这是在污蔑皇子，还是在构陷我苏家？苏宁烟，你得意什么呢？不过就是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有什么资格在这边教训我们？就是，自己守着个空壳侯府，还要替别人养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野种，哼，真是可怜又可笑。我们若雨姐姐身份金贵，岂是你这种晦气的女人能比的？好家伙，直接人身攻击了，还世家小姐呢，这嘴脸真够恶心的。三声清脆响亮的耳光接连在三个女子的脸上炸开，魏若雨、张小姐、方小姐三人甚至都没看清是谁动的手，只觉得脸颊一阵剧痛，整个人都被扇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不知何时已站回苏宁烟身侧的丫鬟陆真真。你个贱婢，竟敢打我！苏宁熙，你什么意思？你让这个贱婢如此羞辱我们，信不信我让我爹参你们镇国公府一本？你们都看清楚了吗？都懵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丫鬟打世家小姐，这人疯了吧？陆真真见状，反手又给三人一个耳光，声音极其清脆，让此时的安静更加寂静。这次看清楚了吗？春桃和春芽赶紧点头，就连愣在一旁的苏家姐妹都下意识点点头。不好，这疯丫头不是给自家小姐找事儿吗？这两巴掌堪比毁容，丞相府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啊，原来世家小姐之间也会扯头花，这么可怕呀！比乡下的大姑大姨掐架还要厉害，不会只当了半天的贴身大丫鬟，就又被赶去刷公桶吧？主子受辱，便是我们做奴婢的失职。你们要记住，护着主子是你们的天职。日后若再有这种情况，谁敢对大小姐和二小姐出言不逊，你们就给我第一个冲上去，撕烂他的嘴，哪怕拼上这条命，被人活活打死，也绝不能让主子受半分委屈。听明白了吗？这才是职业丫鬟的自我修养。一味的忍让只会让敌人得寸进尺，狠狠地打回去，打到他们怕，打到他们听到主子的名字就哆嗦，就没人敢欺负主子了。毕竟护主不力也是死。是，奴婢明白了。这就是你们苏家的家教。好的很。来人，赶紧给我拿下！你这个狗奴才，我杀了你！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反了！镇国公府的丫鬟都敢当众行凶了！来人，把这个贱人给我抓起来！你们都死了吗？还不快把这个贱婢给本小姐抓起来，乱棍打死！然而三人的丫鬟听见主子的命令，快速上前朝着陆真真袭去。春桃和春芽张开双手保护苏家姐妹，即便身子在发抖，还是不让任何人靠近自家小姐。陆真真大步上前，一脚一个将三个丫鬟踢倒在地，摔了个狗吃屎。还有没有出头的，一起上吧。嘿，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既然没人了，那该我说了。魏小姐，这是什么？想必你比我更清楚吧？魏若雨看着有些眼熟，拿过陆真真手里的信笺，看清上面的字迹和内容，瞳孔骤然一缩。这些东西你从哪里得到的？不会是偷我的吧？
魏小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的那些还在你柜子里锁着呢，不信你派人回去寻。这些都是七皇子送给二小姐的。你说我们二小姐纠缠七皇子，你说七皇子对她并无他意，甚至当成笑话给你们讲。那这些信件又是什么？居然真的是七皇子的私印。还真是啊，难道苏二小姐没有撒谎？七皇子若不喜欢苏二小姐，为何要送信件让人误会？魏小姐不会是在撒谎吧？七皇子想借贵族小姐们的口，造谣损毁郑国公名声，这次恐怕他要失望了。有珍珍在，不会让我们吃亏的，我们就安心看好戏吧。一日不见，思之如狂，宁戚无爱，倾心可知。希儿，我与你愿为比翼鸟，愿为连理枝，只盼与亲长相守，岁岁年年。别念了！傻眼了吧？自己天生收藏七皇子的情诗，没想到其他女人也有吧？除了名字，一个字都不带改的。怎么会这样？这不是七皇子给我写的情诗吗？什么？你胡咧咧什么呢？这明明是七皇子写给我的情诗啊！两人瞬间眼红，扭打了起来。魏若雨不相信七皇子给苏宁熙送什么情诗，定然是他伪造的。但现在看着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两位手帕交，居然跟为了一个男人大打出手，这个男人还与自己有私情。哼，魏若雨以为自己与闺蜜同仇敌忾，没想到自己两个闺蜜也是七皇子池塘里的鱼吧？不对，这明明是七皇子写给我的。不知谁从人群里喊了一嗓子，只见将军府的程小姐怒气冲冲地上前：我和七皇子两情相悦，你们算什么玩意儿？都是不要脸的小贱人！还是将军府的小姐彪悍啊！你们围在这聊什么呢？柔弱无骨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来人正是今天生辰宴的寿星公，太傅嫡女李雅芝。李姐姐，魏小姐污蔑我，说我不要脸，纠缠七殿下。我与七殿下根本就不熟，她怎么能如此诬陷于我？还有张小姐和方小姐骂我大姐是个没人要的寡妇，给别人养野孩子。李姐姐，任谁听见这样的话都受不了这样的气吧。所以我的婢女为了维护我们姐妹才出手教训他们的。李姐姐，你可得给希儿做主啊。这丫鬟的力气到底有多大？一巴掌能伤成这样？你们三人为何会说出此话？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李姐姐，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笑话。七皇子给苏二小姐送的情诗我也有。碧玉，你回府将信拿来。李姐姐，我们说的千真万确，那情诗明明就是七皇子写给我的。哼，李小姐，不要听他们胡说，那些情诗是七皇子写给我的，他们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件事，就开始造谣。我与七皇子两情相悦，所以我才将情诗随身携带。李雅芝看着手里的情诗，脸色煞白，拿着信笺的手不断颤抖，两行清泪不由得滑落。瞧李家姐姐的样子，不会也跟七皇子有什么吧？太傅是几位皇子的老师，七皇子和李家小姐日久生情，也是正常的。你现在知道了，以后就别再想着七皇子了。我才不会呢！这么多女的，真当自己是皇帝，要开三宫六院啊？人家李小姐才和这些鱼不一样，她可是七皇子爱慕了多年的白月光。七皇子知道李雅芝身体柔弱，太子之位的事情并未告知她，这下两人的误会可大了。李雅芝顿时觉得眼花，头昏脑胀。这个连锁反应有点大呀。芝芝，你怎么了？一道黑影冲了出来，正是七皇子。
芝芝，你身体还能支撑吗？要不要回屋歇歇？我没事，谢过七殿下。芝芝何时跟我如此生分了？芝芝，谁惹你生气了？李雅芝直接将手里的信笺递给他，示意自己的丫鬟带自己去一边。好大的胆子，竟敢伪造我的字迹，还敢伪造本殿司令，说到底是谁的？看样子七皇子打算撕破脸，不想承认啊。殿下，这可是前夜与我游湖你亲手给我的，难道和我游湖的人不是七皇子，而是有人易容的七皇子？不愧是将军府小姐，脑回路不一般啊。若是真有乱臣贼子易容成七皇子的模样接近我，定然是想偷取我将军府机要文件，此事定要启禀皇上才行，否则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将军府承担不起这个后果呀。程小姐没有看见脸黑的七皇子，自顾自地说道：有程小姐开头是个好机会呀，不知道这些世家贵女能不能抓得住机会了。既然七皇子不要脸，就别给他留面子，直接炸了他的鱼塘。七皇子，那人也拿着日系情诗接近我，既然不是七皇子本人，定然是那乱臣贼子的阴谋。殿下，你可得要为丞相府做主啊！魏小姐聪明。殿下，那贼人也送了我情诗，还鼓动其他世家小姐诬陷我纠缠于你，这不是想让我们郑国公府记恨皇室，从而鼓动逼迫郑国公府造反？这样的险恶用心，绝不能放过此贼。若这事处理不好，太子之位就悬了呀。他进退两难，一张俊脸涨成了猪肝色。前面有人打了样，其他收到情诗的小姐纷纷站出来，邀七皇子缉拿贼人。太傅跟一众宾客看见这么多女人站出来，都吓了一跳。这贼人不但易容成七皇子，还敢私下雕刻皇子印章，他想干什么？想要动摇大昭的百年基业吗？这件事必须将贼人抓住，否则大昭危矣啊！谁知道那个贼人还会易容成哪些人的样子？这事我明日就上奏。七皇子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谋划了3年的计划，竟如此戏剧被人拆穿。最重要的是，我还要为这烂摊子擦屁股，芝芝还因为这件事不理我了，都是苏家人干的好事，我定不会放过郑国公府的。一场闹剧让苏宁熙也没心情待下去了。苏家两姐妹给太傅和李雅芝说了一声，带着自家丫鬟离开了太傅府。今天可真热闹，我可算开了眼，七皇子居然跟那么多女子有往来，时间是怎么安排过来的呀？所以我才说七皇子是个牛人，除了刑部尚书嫡女白青青，3省6部家里的嫡女都养在七殿下的鱼塘里了。大姐，你没事吧？无妨，只是有些乏了，前路怕是更不好走了。郑国公府书房，主子，这里是1万两黄金，您的私人资产只剩下1个庄子和3间铺面。很好。莫影，属下在。去把陆真真请来。世子，一个丫鬟何须属下亲自去请？哼，什么能治疗魔气，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若是真有那个本事，怎么可能会沦落到当人的死士呢？去请。是。莫影，有事吗？回老夫人，主子请陆真真去一趟。真真，你跟着莫影去一趟吧，等大哥的事情处理好了，你就好好休息。下午我不出门，有春桃在。是，大小姐。我警告你，别玩什么花样，排名不过331位，要不是大小姐喜欢你，你以为能进得了主子的眼吗？我可以理解，你这是在嫉妒我比你更得世子看重吗？胡说八道！我和主子一起长大，你能和我比？既然如此，你阴阳怪气什么？
难道说你吃醋了？哎呀，放心，我对你的世子爷不感兴趣，你的就是你的，谁也抢不走。我才看不上一个早死的倒霉世子爷，更何况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银子的速度，当然冤大头除外。你胡说什么？我和主子只是单纯的主仆关系。那你激动个毛？这冰块脸还挺有脾气。你等等，主子这次卖了大部分的私产，凑了1万两金给你。要是你敢骗主子，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并且杀了你。行行行，你说的都对。金，那是1万金。按照之前说的，救病奸王，何时能治好？主子是想一次就治好，还是分多次治好？一切由主子说了算。分3次吧。就分3次，我今晚就去。后面2次治疗的时间由我安排，你下去吧。主子能让莫影首领帮我把1万金送去我的房间吗？太重了，我拿不动。莫影那冰块脸，搬着3箱金子的时候，脸色怕是比锅底还黑吧。不过看在他辛辛苦苦当搬运工的份上，就不跟他计较了。哇，好久没看见这么多小钱钱了。陆真真素手一挥，一只虎斑纹的猫凭空出现在床上。开饭啦，我的吞金兽。陆真真打开门，身影已化作一缕青烟，融入了沉沉的夜色之中。与此同时，并肩王府王爷，夜已深啊，您身子本来就弱，还是要多保重身体，今日早些歇息吧。这些公文是看不完的，明日看就是。福安，你知不知道，开年不过3个月，呈上来的命案、悬案，竟然竟比去年1整年还要多。本王若是心安理得的躺下歇息，又如何对得起那些枉死的那些枉死的百姓？如今邪祟横行，冤魂无处安息，本王心难安呐。本王只有1年的寿命了，能做的就是帮百姓一天算一天了。萧莹那双原本专注于卷宗的凤眸倏然一凛。谁在那里？出来！有刺客，快来人！保护王爷！有刺客10数名身着玄甲、手持长刀的王府府兵如潮水般涌了进来。可惜了这张颠倒众生的脸，居然是个短命鬼。瞧架势，病秧子的脾气还真不小。大胆刺客，还不快快束手就擒！你是跑不掉了。误会，我可不是刺客，刺客会说成我这样？那你偷偷摸摸进我们王府作甚？有人出万金让我来救王爷，前来治病。哦，万金救本王，你可知道本王是什么病吗？魔气侵入肺腑，靠着镇魔司的破魔丹苟活下来。要不是你以前身体好，都过不了今年15。萧莹一巴掌重重打在书桌上。哎呀，败家子儿啊！不要，可以给我换钱吗？金丝楠木可是价值100金啊！就这么水灵灵的拍没了？来人，拿下！魔气未除的消息，只有我的几个心腹知道。这个女人是如何得知的？只听得一阵衣袂破风之声，不过眨眼之间，方才还气势汹汹的10数名府兵竟像是被抽去了骨头一般，一个个双眼一翻，软软的瘫倒在地。这女人是什么鬼玩意儿？你不要过来！站住！不愧是上过战场、杀过敌寇的战神王爷，这定力比他身边那咋咋呼呼的太监强多了。王爷，看见了吗？我真不是杀手，不是来刺杀你的。我若想杀你，
就凭你府上这点人，根本拦不住我。真是有人给了我万金来救王爷的。姑娘真的有办法能够医治本王？脱衣服吧。什么？这女人要干什么？大胆！你这刁民竟然公然羞辱王爷！这死太监戏真多，王爷都没说话呢，他倒先护上了。我又不是女色魔，绝色在银子面前啥都不是。正想要说什么，就看见萧莹站起身开始脱衣。不知道这个女子说的是真是假，即便有1/1000的机会，我也不能放过。毕竟我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能就这样死了。哟，身材不错嘛，可惜是个病秧子，穿衣显瘦，脱衣，还是瘦。妈呀！自从萧莹中了魔气，就不让人近身伺候了，这还是福安第一次瞧见。鬼呀！有鬼误附在王爷身上了！只见萧莹光洁的后背上，正对着心脏的位置，赫然盘踞着一个拳头大小的卵。咦，我靠，这不是我家那条不省心的长虫吗？好家伙，小青这货居然从上界追着我的气息跑来找我了。陆真真除了本命兽，还有6个契约兽，每一个都是奇葩。本命兽持金银之物，小青独爱吞噬天地间的至阴至邪之气，尤其是魔气，对他而言简直是无上美味。小青这么牛的吗？居然会给自己找了个魔气自助餐啊！姐姐，是你吗？你怎么来了？大黄他们呢？我们是一起来的，只是下界压制了我们的修为，然后就失散了。我看到这个人快被魔气给吞噬了，才附在他的身上的。要不是我吸收了他身上的魔气，他早就已经死了。知道了，安分点儿，你还要3天后才能正常破壳。好的，主人。或许这个女人真的能够让我活下来。王爷，今日不便去除魔气，3日之后，等里面的东西出事，我再来王府为王爷医治。为何？这样的东西还要等它出事？这可是怪物呀！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王爷，3年前的那次是九死一生吧？是，差点就回不来了。王爷，你可知你之所以能活命，是因为你背后的卵。你说什么？活命？靠着这个在我背后盘踞了3年，日月吸食我心血的鬼东西活命？哼，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那么诡异的东西怎么可能救了王爷？少在这妖言惑众！你这妖女，休想用鬼话来蒙骗王爷！那等邪物分明是想取王爷性命。王爷，3年前你中的魔血咒，天下无解。按理说，你早该化作一潭脓血，为何能活到今日？是啊，为何？这3年来，我请遍了名医，耗尽了天才地宝，也只能勉强延缓魔气侵蚀的速度，身体却是一日比一日虚弱。所有人都断言命不久矣。可是如今3年过去了，我还苟活着，当真是他救了我。魔血咒能让你体内瞬间充斥磅礴的魔气，本该在你诅咒的时候瞬间爆发，是他附身在你身上，将你身体的魔气化作了他自身成长的养料。他虽是寄生，却也为你筑起了一道屏障，长在你血肉里的黑色的那些管子，是他护你心脉而形成的。当然，他也萃取你少量的生命精气，但相比于魔血咒的致命一击，这点损耗小巫见大巫了。你说3日后他便会出事？没错。陆真真点头。3日后他会吸进你体内最后一丝魔气本源，就会破壳而出。放心，我会养着他的，不会让他害人。那时
也是你体内魔气最虚弱的时候，只需要治疗3次就能痊愈。3次？3次就能痊愈？陆真真心里嘀咕，若不是倒霉世子爷吩咐，1次就够了。那个，王爷，下次来的时候可以走正门吗？拿着，有了这个东西，无人敢拦你，你任何时候来王府都可以。不愧是并肩王，真是好悟人性啊！一个令牌居然是黄金做的，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将令牌融成金瓜子换钱。福安，奴才在。去账房取500两银票来。是，王爷。500两是给我的对吧？姑娘，请问是谁出了万金，让你来救本王？时间到了，你自然会知道。王爷，银票取来了。兵也没吃就拿钱，这怎么好意思呢？切，不好意思就别往怀里揣呀。这500两算是本王给姑娘出诊的谢礼，之后的3次，每次都会有500两。团团呀，姐姐我终于遇到了财大气粗的冤大头。谢了。若有什么案子让王爷棘手了，只要够诚意，我定帮王爷办成。告辞。翌日，皇城金銮殿，岂有此理！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冒充皇子潜入世家，与贵女私相授受，这是在打谁的脸？是在打朕的脸，是在打朕整个皇室的脸。老七，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那贼人谁都不冒充，只冒充你。完了，全完了！父皇知道这件事是我在操控了，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父皇肯定对我很失望了。大理寺，臣在。给你10日时间，10日之内侦破此案，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臣遵旨。这件事等回去好好问问小妹。还有你们，都给朕回去管好自家的女儿，再与那贼人不清不楚的一律诛九族，休怪朕不念君臣情分。吾皇圣明。御书房，废物！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针对苏家，但手别伸得太长。你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招惹其他世家贵女想做什么。虽然朕说过，谁扳倒苏家谁就是太子，那是朕愿意给的，但是你们不能伸手要，懂吗？一个比一个没用，都是废物。这件事你收好尾，别让苏南辰抓住把柄。还有，这半年你就好好的待在府里，哪里也不许去。没事的时候就多动动自己的猪脑子，废物。萧泽顿时瘫软跌坐在地上。继三哥后，他是第2个被禁足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府的。君朗的脸上满是愁云惨雾。必须将这件事情赶紧了结才行。七皇子那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现在世家贵女都闭门不出，他碰了面都觉得脸上无光，还不如陪姐姐来侯府小住几日。一行人刚走到侯府朱红的正门前，门内便呼啦一下涌出几个婆子，为首的是个年轻貌美的妇人。这人是谁？怎么从未见过？奴婢是老夫人招来照顾念华少爷的奶妈，夫人叫奴婢晚秋。苏宁烟瞬间明白，这人就是薛华在外面养的外室，也是薛老太婆找来恶心他的。瞧瞧长相也不咋地，也不知道是薛华审美有问题，还是这女人勾人的手段太厉害。这一切都无所谓了，反正薛华已经长埋底下了。老夫人吩咐了，夫人祈福的白马寺发生命案，身上沾了晦气，特命奴婢在此等候。炭火烧得正旺，发出噼啪的声响，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夫人，请您跨过这火盆，驱驱邪，方能进府。你说什么？
你们宁远侯府好大的胆子！我姐姐是镇国公府的嫡女，是你们侯府明媒正娶的正牌夫人，侯府的当家主母。你们竟敢让她跨火盆，这是把我们镇国公府的脸面放在哪里？跨什么火盆？你们侯府就是一个大火盆。这是老夫人的意思。如果夫人不愿意，那今日只能从角门进了，日后只能住在落风院了。只有初一15才能到前院。来人，让夫人跨火盆。薛彻噌的一下窜到苏家姐妹身前，手里握着陆真真送她的匕首，冰冷的目光盯着眼前众人。哼，夫人，这就是你收养的二少爷？比起我们大少爷，那真是差远了，一点儿也没有世家少爷的样子，只知道舞刀弄枪。姐，怎么办啊？早知道就不给珍珍姐放假了。若是大姐拒绝，老夫人以不孝公婆直接给大姐一封休书，私吞大姐的嫁妆。若是大姐同意，一句去晦气，薛老太婆便是将克死她儿子的名头死死地扣在大姐头上啊！放心，老太婆还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任她拿捏的软柿子吗？你的意思是，老夫人觉得我苏宁烟是个晦气？奴婢没这么说过，是你自己胡乱想的，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苏宁烟没有再理他，而是迈开脚步，一步一步走到了那火盆之前。姐，你还真快呀！这不是在羞辱我们国公府吗？让大哥帮你和离，我们回国公府去。哼，还侯府主母呢，也就那样，还不是任我拿捏？可就在下一瞬，狠狠地踹在了那黄铜火盆的边缘。一声巨响，滚烫的火盆被他一脚踹飞，在空中划过一道惊心动魄的弧线，旋转着砸向地面。啊，小心！回去告诉老夫人，我苏宁烟福运加深，是你们宁远侯府接不住。反了，真是反了天了！一个不下蛋的母鸡，竟敢在侯府门前撒野！你们都死了吗？把他和他那个野种妹妹一起绑了，等候老夫人发落。侯府护卫们面面相觑，一时有些迟疑。一群废物！老夫人的话你们也敢不听？出了事我担着。得罪了夫人。姐姐小心，保护小姐。两人一左一右，如两尊愤怒的门神，死死护在苏家姐妹身前，而中间站着拿着匕首的薛彻。三人将苏家姐妹死死地护在身后。我看谁敢动我们家小姐一下！住手！何人敢在宁远侯府门口闹事？为首的是一名身着官袍的年轻官员，京兆府尹凌轩。这贱人好大的胆子，竟敢私下报官！日后定要老夫人好好搓磨搓磨才行。林大人，苏夫人，是何人与你在侯府大门起争执？告诉本官，本官给您做主。这贱人不会是要告状吧？老夫人说她曾经背着侯爷偷汉子，不会是这个什么林大人吧？两人如此熟络，莫不是真是姘头？只是府里的小事情，让林大人见笑了。不知林大人来侯府有何事？李婉秋见苏宁烟没有告状，暗暗松口气。白马寺行刺一案，3名活口刺客已尽数招了。本官此来，正是为了缉拿幕后主使。拿人？林大人，拿谁？究竟是谁丧心病狂，要雇杀手杀我姐姐？我姐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何时得罪了人了？还雇凶杀人这么狠，这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怨啊！林大人，请。大姐，他们抓的不会是老太婆吧？
苏宁烟点头。快，春芽，你快去。啊，去哪儿呀，小姐？去找珍珍姐呀！你要跑快点儿，官府来宁远侯府抓老太婆了。千载难逢的好戏，她爱看。快去，晚了可就看不着老钱婆被拖出来的精彩场面了。他拿出吃奶的力气，朝着国公府狂奔，直奔陆珍珍所住的房间。珍珍姐，你醒醒！哎，小牙牙乖，别闹，我今日放假不用早起，天塌下来也别叫我。珍珍姐，不是天塌下来，是宁远侯府出事了。春芽错愕地看着满脸污泥的陆珍珍。啊，珍珍姐，你的脸，什么东西这么臭？咦，好臭！小牙牙，你在我房间里拉屎了？珍珍姐，臭味是从你身上发出来的。我记得昨晚没有拉屎啊。小牙牙，你先出去稍等一下。快速给自己使用了清洁术，满身污垢都消失不见，肌肤比以前白嫩不少。他走到铜镜面前，之前平平无奇的一张脸有了变化，变得好看了，正朝着原本的容貌而变化。12000没白花。珍珍姐，二小姐让你快点，不然赶不上好戏啦！就在春芽把手拍红瞬间，房门开了。哎，珍珍姐，你好像变得不一样了，怎么突然感觉漂亮了好多啊？啊，我每天都一样啊。你刚才说宁远侯府怎么了？白马寺刺杀一案有结果了，林大人刚去宁远侯府抓人了，二小姐让我叫上你去看好戏。哇，还有这好事儿！老太婆吃瘪的现场，不看白不看。陆珍珍兴奋地跑出国公府，春芽看着遗留烟不见的背影，只能上气不接下气地在后面追。小牙牙，你身体不行啊，这些时日给你和小淘淘一人1颗的药，吃吃啊。什么药啊？陆珍珍嫌弃春芽跑得慢，直接一个单手公主抱就往宁远侯府跑去。同时，宁远侯府小佛堂，薛老夫人，靠嘴上念念佛经，拜拜菩萨，就能洗刷你身上的罪孽。白马寺刺杀一案已经有了结果，请老夫人跟我去京兆府一趟。林大人，老身虽被皇上夺了诰命夫人的头衔，但也不是你能随意胡乱攀咬的。白马寺刺杀一案有3个凶手被活捉，他们指认是你给了300两，让他们去杀苏夫人。胡扯！她是我的儿媳，侯府当家主母，我为何要杀她？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既然犯人供出老夫人来，按例就得去京兆府协助调查。若与老夫人无关呢，定然会将您安全无虞的送回宁远侯府。出来了，出来了！不是吧？哎，我没眼花吧？这不是宁远侯府的老夫人吗？什么？我没看错吧？婆母买凶杀儿媳！天啊，这是何等的人间惨剧，闻所未闻啊！不会是因为宁远侯死了，这老夫人想要谋划儿媳妇的嫁妆吧？为了这点家产，连脸都不要了。这贱人咋就这么命硬？不急，我迟早要将这个女人弄死。我去，老妖婆这眼神儿淬了毒啊！这老钱婆的眼神也太吓人了。别怕，有奴婢护着你。二小姐胆子也太小了，看看大小姐，不带怕的，直面硬刚。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你的命我要定了。苏宁烟带着一行人来到了前厅落座。王管家，大少爷呢？回主母，大少爷正在跟夫子上课呢，要奴才去请大少爷吗？
这位教书先生可不得了啊，是当朝太傅的师弟，论文采这位更为出众，只是个性使然，不及朝廷那些阿杂事，辞了官。要是他有那么一点点野心，还有李太傅啥事儿？为了让孙子顺利承袭爵位，老太婆还是很舍得下本钱啊。毕竟请这位出山收弟子代价绝对不小。是谁安排的？是老夫人。为何不知会一声？彻儿也是侯府的公子，为什么他不能一起上课？是不是你们阳奉阴违，没有说？主母饶命啊，并非奴才不说，是老夫人不让告知的。死老太婆还要大姐养野种，真是恶心。你说什么？你说是大少爷身边的奶娘说的？不是，是老……王管家愣了愣，他很快反应过来，主母想要用这件事惩治了新来的奶娘。是，回主母，就是那贱人说的，还说大少爷一切事情都由他做主，就是主母你也不行，还说侯府以后是大少爷的，二少爷学不学都无所谓。看王管家讨厌的样子，李婉秋在侯府的人际关系并不太好啊。也是，自己的亲儿子是侯府大少爷，怎么能和这些下等人一样，等儿子继承爵位，他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真是痴人说梦。春桃，你带小公子去大公子那里，都是我苏宁烟的儿子，岂能厚此薄彼？是，小姐。春桃俯身，牵着薛彻离开了。王管家，你亲自带人去把奶娘带来，若不愿来，就给我打断腿带过来。王管家带人找到李婉秋时，他正房间里收拾细软，准备跑路。闯进去时，正好看着他往包裹里塞金银珠宝。快给我绑了，带去见主母。这么多金银珠宝，我见都没见过，定然是偷拿了主家的东西。他跑了不要紧，主家丢了东西，我们这些签了卖身契的人可就要受他罪了。你们想干什么？主母，这贱婢偷了主家的东西，准备逃。我的乖乖，这个外室的小金库居然这么多钱，看起来薛华对他的确不错。胡说，这都是我的嫁妆，不是侯府的。早知道就不该让薛华死得那么早，只是活埋也死得太便宜了，真恶心。大姐，这不是娘给你的银鎏金梅花步摇簪，我很喜欢，你说等我及笄礼时送我的，怎么会在这里？还能为什么？薛华偷出来送的呗。什么是你们的？明明是我的！你们如此诬陷，是想要抢我的东西！既然说这些东西是你的，可有购买凭证？都是别人送的，没有凭证。是谁送的？找出来对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别怪我心狠。是，你管是谁送的，反正我没偷。况且我没有签卖身契，你们没有资格处置我。你们把东西还给我，我马上出城，以后都不回来了。这女人怎么耍无赖了？薛侯爷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和我姐相比，简直是一坨烂泥。薛华喜欢林婉秋身上的狐臭味，觉得那才是女人味儿。做那事的时候，一直埋头使劲嗅，使劲亲，气味越大，越让他飘飘欲仙。对身上没味道的女人提不起兴趣，这爱好也真是不忍直视。此奴婢以下犯上，掌嘴20。小姐发话了，上啊！他快速上前，朝着李婉秋的脸就是一巴掌。你一个贱婢也敢动我！以前日子是苦，可自从跟了薛侯爷，我就没有干过一点活，被人用心教养着。这个贱婢居然敢打我，他怎么敢的？
春芽眼睛一闭，心一横，又是一巴掌。小瑶瑶还是很有潜力的。心里没有了疙瘩，春芽瞬间打上瘾了，来回抽李晚秋的脸都已经超过了20下。主母身边何时多了这么厉害的丫鬟呢？太可怕了。他的惨叫声从一开始的尖利到后来的呜咽，最后只剩下含糊不清的呻吟，昏死过去。春芽，住手！将人关进柴房。苏家姐妹用了午膳又小息一会儿，就被王管家喊了起来。是林轩带着2名官差去而复返。林大人来此，可是白马寺刺杀一案有结论了，可与我婆母有关。这是从刺客身上搜出的300两银票的票根，经过查验呢，是薛老夫人的私库。但老夫人说这是奶娘家里有事儿，自己好心借给她应急的。根据老夫人提供的几条线索，查出是府上奶娘李晚秋借老夫人的名义雇凶杀人。我与那李晚秋今日才第一次见，她为何要杀我？据调查，薛侯爷一直背着你养了外室啊，而且还养了7、8年。李晚秋就是侯爷的外室。养了7、8年，原来在我还未出阁，满心欢喜地描摹着与他的未来时，他的身边早已有了另一个女人。大姐的演技牛啊！若不是知道真相，我都要信以为真了。宁远侯府这是骗婚！呸！我要告宁远侯府。侯爷都死了，告了也没用。不过本官可以帮忙让苏夫人顺利和离。不，我不相信华郎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宁远侯府如此欺辱我，谋夺嫁妆，害我性命，我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宁远侯府的。虽然薛华死了，不是还有他老娘吗？华郎都已经死了，他为何还要杀我？就那么恨我吗？不知。不过本官此时前来，就是来缉拿李晚秋的。请问苏夫人，人犯在哪儿？等本官调查清楚之后，定告知夫人。人在柴房关着，王管家，带官差去抓人。我听见了什么？奶娘是侯爷的外室，还养了7、8年，我居然一点都没察觉。老夫人让奶娘照顾大少爷起居，难道大少爷是奶娘和侯爷的种，是侯府亲嫡孙子？难怪老夫人要领养一个孩子当嫡孙，继承爵位。如此看来，以后要对这位大少爷更好才行啊！苏夫人节哀呀，本官先告辞了。姐，你也太厉害了，我差点都相信了。如果你的四周都是一群豺狼虎豹，你定比我厉害。毕竟你的脾性最像爹爹。如此一来，雇凶杀人的罪名要落在李晚秋的身上了。薛老太婆又逃过一劫。她为了保命，将罪名推到李晚秋身上，基本也算毁了薛老侯爷和薛华多年的名声。他日后定会更疯狂，也更谨慎了，得小心了。那岂不是没办法弄死他了？要不然拿点钱给珍珍姐，直接赶了老妖婆？不可，三皇子到现在还未放弃宁远侯府，定然有什么把柄在婆母身上。贸然杀了他，只会让我们国公府和陆珍珍都处于浪尖上。那怎么办？怕什么？薛念华不是还在侯府吗？那可是我婆母的软肋。官差冲进去，将昏死过去的李晚秋架着带回了京兆尹的牢房。
一盆凉水泼在李晚秋的脸上。苏宁烟，你个贱人，你不得好！一个死字活生生让李晚秋咽了下去。他此时才看清自己并不在侯府，眼前坐着苏宁烟的姘头，那个什么林大人。这个贱人居然让姘头给他出气，太不要脸了！大人，奴婢为何会在这里？李氏，你雇凶杀侯府主母，人证物证皆在，你认还是不认？不可能，这不是我的，是老夫人让我这么做的，钱是老夫人给我的。钱是老夫人的，但老夫人说是你老家有事，找她借了银子应急。不是的，不是的。别再挣扎了，你昏迷时，本官就让3名凶手分别前来认人，就是你给他们的银票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呀，你认还是不认？他明白了老夫人为何坚持让他去给钱。从一开始，他就是一枚弃子，一枚随时可以丢出来替老夫人顶罪的愚蠢的棋子。就算给侯府生下长子嫡孙又如何？他不会允许。未来的宁远侯爷会有他这样不堪的母亲，他就是污点。是我雇凶杀人的，我恨宁烟抢走了薛侯爷，我恨他入骨，是我杀的。李晚秋，你涉嫌买凶杀害侯府主母，罪证确凿。你看一下，口供没错的话，就签字画押，押入大牢，择日宣判。送薛老夫人回侯府。是。老夫人，您可算回来了，奴才担心死您了，正想着要不要去京兆尹接您呢。老夫人，您不在的时候，主母已经将2少爷也送去跟大少爷一同上课了。主母让人狠狠教训了奶娘，现在已经被林大人抓去大牢了。他知道奶娘是何人了吗？主母知道了，是林大人亲口说的。他什么反应？主母伤心欲绝，差点哭晕过去。主母还说这几天身体不适，老夫人回来，暂时这几日就不来请安了。伤心欲绝，他可不信，自己差不多和苏宁烟这个女人撕破脸皮了。他都怀疑华儿假死是不是他知道了，才暗中动了手脚。不管是不是，他都会把这些账算在苏宁烟和国公府身上。知道了，从现在起，我要去小佛堂参佛，给日后的永宁侯府积攒福报。府中诸事暂由主母打理，告诉他，晨昏定省就免了。在我出来之前，任何人不得去佛堂打扰。是，奴才这就去回禀主母。薛老夫人见王管家离开，绕过主路，独自一人朝着后院那座偏僻的小佛堂走去，背影显得格外诡异，却没发现花圃草丛中有个小黑影一闪而过，跟他进了小佛堂。王管家几乎是小跑着进了苏宁烟的院子，态度极其恭敬地将薛老夫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了一遍，然后离开了。参佛？就他那种恶毒心肠的老钱婆参拜菩萨，我怎么这样不信呢？哼，那感情好，省得大节日去请安，看他那张老脸，我怕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小佛堂，那个地方是不是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小佛堂的确有问题，薛老婆子根本就不信佛，她一直想让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心善的人，给宁远侯府多些贤名，演一演还行，也没必要闭关修炼啊。好奇心能杀死一只猫，好想去看看，不如
晚上就去。若藏着薛家的宝藏，那可就发了。到时候直接用钱换自由身，以自己的本事赚钱还不是手到擒来？一想到每月5两银子，心哇凉哇凉的。以陆真真贪财的个性，定然会想办法离开国公府的。不行，陆真真走了，他们这一家可就真没救了。必须满足陆真真所要的一切。必须回去好好说说大哥了，得给陆真真多点月钱。实在不行，让母亲收了陆真真当义女。只要跟苏家绑起来，她就不会走。如果钱不能留下真真姐，我就把大哥明渊送到真真姐床上去。只要成了苏家人，真真姐就不会走了。就在这时，一道灰影嗖的一下从草丛中窜出，闪电般的爬上众人围坐的八仙桌。啊，老鼠！侯府怎么会有老鼠？真真姐，快把这个丑东西打死！怎么从国公府跑到侯府来了？来找我的？你怎么跑来了？姐，这该不会是你之前说的府里养的那只吧？就是它。我给取了个名字叫寻宝。它既胆小又爱吃，但通人性，不会伤人的。我能摸摸吗？呀，手感还真不错。然，给鼠好吃的，鼠告诉你小福堂的事。陆真真眼睛一亮，莫非老太婆真的藏了不少金银财宝？她掌心翻转，拿出一颗丹药递给寻宝。寻宝前爪拿过丹药就往嘴里塞。小福堂里有个密室，里面是个很长长的甬道。后来呢？还要吃一颗。好想知道小佛堂的秘密，要不然再给一颗，反正自己多的是。甬道很长很长，鼠跟着人走了好久好久，尽头是一扇石门，人打开门，外面是另外一个院子。什么样的院子？那院子看起来很破旧，像是很多年都没人住过了。人见了另外的人，说了什么解决什么，鼠没听清。见完两人都离开了，鼠怕回不来，就按照原路跑回来了。小佛堂连接的废弃宅院里，不知道有没有金银。反正老太婆离开了，等大家都睡了，我摸过去找一找。就是有些好奇，老太婆躲着所有人偷偷离开侯府，到底要办什么事儿？姐，你知道真真姐听得懂老鼠说话？苏宁烟点点头。她是御兽师，当然可以。看来无论用什么法子，苏家都必须要紧紧抱着这只大腿才行。薛彻与春桃一前一后的走了进来。寻宝，吃点心吗？这可是府里最好吃的桃花酥了。鼠可记得这人差点打死鼠，而且鼠是吃过好吃的鼠。这压扁的核桃酥鼠不吃。早知道当初就不用扫帚打他了。彻儿，今日读书感觉如何？先生讲的课可还听得懂？回母亲，先生学识渊博，讲授精辟，彻儿听得十分入神，确实收获颇多。那就好。时辰不早了，希儿，你明日还要回国公府，早些歇息吧。知道了，姐姐。陆真真跟在薛彻的身后出了房门。真真姐，咋了？何时教我武功？现在就想学。你的身体还未打通血脉，欲速则不达。但你吃了这个，你的武艺将会突飞猛进。这是什么？毒药，可以改变你的体质，敢吃吗？陆真真轻笑道。一旦吃了，连续7天夜里都会是锥心刺骨的疼。你先熬过这7天，再来找我。那可是我用18种毒草炼的淬体丹，吃下去保准让他体验一把什么叫脱胎换骨，痛不欲生。就当是拜师前的考验了。要是这点苦都受不住，那也别学了，
薛彻没有犹豫，直接将药丸吞下肚。这么信我？信，不管是什么，只要能让我变强，我都愿意尝试。子时已至，万籁俱寂。陆真真察觉宁远侯府大多数人都入睡了，掀开被子下了床，直接翻窗而出，转身融入了更深的夜色里，身形如鬼魅。陆真真纤长的身影一闪，便已立于佛堂之内，里面空无一人，唯有几尊冰冷的佛像在昏暗中垂着眼，神情悲悯又诡异。